扬起前方的路，命运在等我奔赴，穿越历练的远途。谁没有一身的热血起伏？不过把天赋阴雨灯火阑珊处。人生啊，哪会刀枪不入？对黑夜不屑一顾，何须锋芒来显露？偶尔绕一些弯路，就当活动筋骨。危难千钧一发，我挺身而出。暗涌上心间，我随机应变，只用双拳也不必身犯险。暗涌上心间，又何惧深渊？不露声色，依然紧握手中拳。暗涌上心间，冷静理周全，先听心不照耀，无畏越天堑。暗涌上心间，若逆战难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才稳健。所有人，誓死守卫渡仙门。门内有数千人，未成仙弟子占大半，元仙以上弟子、长老有数百人，不知有多少会葬身在这场血腥浩劫中。誓死守卫渡仙门。 为应对血池黑纹，我紧急组建了一支纸人军团，将所有纸人按实力由强到弱分为鬼、神、天、地、人5个大队，安插埋伏在门内各处，可随意变化各类形态。但愿能守住宗门。 好在提前安置了重瞳3头蛛蛛丝监控，弟子纸人善独战和阵法，是我埋伏在门外的第一道防线。虽成功击退了先锋军，但宗门的这场大战避无可避。敌军尸体就交给你了，人字纸人。 这女子是何方高人？我竟无法找到她的原始。来了，3000里外，西北方向出现敌军。
控制了之后，这些家伙的神智也出了问题。这么快！全都被突破了。接护持大阵。战这群恶妖！师父，对不住了。完了完了，我师兄同流合污了。此次来袭的大妖，修为都在元仙至天仙境不等，师父只是着仙，恐怕难以应对。到时我自会和师父解释。快走！记着，父母渡仙门。竟是3名金仙！金仙一击，竟能击退门内那么多天仙！金仙之道早已得天道认可，可半道而生，长生不死。面对金仙，我再多的算计都是徒劳。今日就算门内天仙全部冲上去，也只能是送死。门内金仙，麒麟长老，以1敌3，找死！幻影剑阵。门内只有2位金仙，还有1位便是掌门。但掌门闭关数年，不知。
方宵小，胆敢来犯？掌门出关了。掌门代表着渡仙门最后一道防线，一旦掌门落败，既无忧现身，渡仙门无计可施。九无听令，开启挪移大阵，所有未成仙弟子立即进入大阵转移。挪移大阵已开启，此阵顺地脉方向挪移，瞬间便可出现在万里之外。快走吧，多逃一个，渡仙门的未来就多一份希望。快走吧！灵儿，你带着师傅先走。你不走吗？快去！宗门岌岌可危，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有情师妹，你有一项重要的使命。什么使命？我愿誓死捍卫。不是要你死，而是要你去哭。渡仙门弟子有情玄雅，今起本门道成之缘，人叫太清圣人。师兄，我早淡了凡尘情欲，哭不出来。想象你有一只心爱的宠物，某天它被山石砸到，不幸离世，你将它埋葬，却发现它的尸身被人挖出来烤了。就是这样，继续往下说。渡仙门奉渡厄真人为开山祖师，因渡厄真人师承太清圣人，故渡仙门以人教正统而居。我渡仙门惨遭群妖算计，望太清圣人明察。无论血池黑纹背后是否为西方教，其目的都是挑拨道门三教。此事涉及圣人之责，唯有人教太清圣人才能化解。有情心思澄澈，是哭拜太清的不二人选。但愿太清圣人真能听到。是挪移大阵，竟想安排弟子逃跑，做梦！进攻挪移大阵！阻止他们！凌云破邪，一焰明光。麒麟长老亮了麒麟本体，这是准备以死相拼。原则，他们怎么成了金仙，还出现在这儿？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给我上！必须拦截他们！群妖
宫山何其猖狂！我二人路过，斩妖除魔，护卫人道。你们有本事正面战贫道，老子逼毙了你们妖祖宗！老子逼毙了你们妖祖宗！让我撕了他！天字纸人善于应变，用以诱敌入阵。叫正统而居，我渡仙门惨遭群妖算计，望太清圣人明察。太清圣人要出现了！老师，他们拜的是您的太清圣人像，您不愿走动，弟子也想安心修行啊。也罢，让我看看发生何事。人教奉无为之道，旨在少沾因果，专心修德修行，却不代表事事无为。渡仙门是渡恶师弟所创，倒是可带上他一起过去。华夏有反应，渡仙门有救了。此事已成，人教高手定会来援。这段传音，望有情师妹勿对旁人说起。长寿师兄还是这般不慕虚名。快挡不住了！所有弟子，肃静挪移大阵。爷爷，我又回来了！开启第二波诱敌行动。还剩最后一批弟子，必须保证挪移顺利进行。天子纸人配合阵法，歼灭敌方1/3战力。
总算拖够了时间。死这么多傀儡，什么都没干成，废物！看来本女王大人得冒一次险。群妖听令，全力进攻，绝不能放走一人。青翼苍鹏是天仙境，怎么比金仙更有威压？这两人是真仙境，为何术法威力堪比天仙境？这并非本体。这两个天字纸人已经完成幽妖任务，且沾有因果，是时候一了百了了。竟不惜神魂俱灭，护我门中弟子。若渡仙门得存，贫道定要为两位义士立碑祭奠。以为乍阵就安全吗？地脉乃天地间唯一的大道会员无极圣人，盘古的经络所化，走势朝向有迹可循，而被挪移大阵连通的地脉，定有法力残留。急了，此妖修为在我之上，与他硬拼也无胜算。弟子有一法，可退强敌。想跑？渡仙门一个都不能放过！迷药计划失败，我带友情师姐土遁溜走。师妹，实战体验结束，放行云吧。师兄，你过来。现在达成了大家一起昏过去的假象，或可引青翼苍鹏靠近。这是一道同道中，
这对手竟如此难缠。神字指人，出！在鬼、神、天、地、人5个等级中，神字指人的修为仅次于鬼字指人，且携带诸多法宝，最适合高端斗法，还能伪装久无师伯，骗过幕后主使。微型版72阵，开！趁现在将大家转移到地下。避水困阵，起！风寒杀阵，开！腐化毒阵，散！3元玄火，文道人，8成是了。不过，管你是大罗金仙还是洪荒狠人，此时此地。也只有一缕神识而已。唉，这才渡劫多久，就跟上古凶妖文道人间接打了个照面。洪荒比我想的还凶险。本女王大人神识清零，还什么都没做，就被烧成灰了。谁在说话？算了一路，也算不出你是谁。竟能逼出少女为我设下的遮掩法术，借了太极图的威能，还算不出你的身份。果然是某位圣人师叔在对你遮掩。太极图，那不是太清圣人的至宝吗？难道他是？贫道玄都，人教太清圣人做下大弟子。这可是连妖皇都敢做的玄都大法师啊！道友平白无故害我人教道成，用心险恶。好在渡仙门尚存。尚存？怎么可能？师父，掌门的师傅，那不就是咱渡仙门开山祖师？渡恶真人，以下来了2圣人弟子，闻名休矣。贫道暂且不动，
请转告那位圣人师叔，与其让道门内耗，徒增业障，不如教化人族，积善行，攒功德，方是正途。至于你，若再敢犯我人教，任谁也护不了你。计划失败不要紧，我命要紧。惹不起，惹不起！四周确认安全，本体可以出来了。纸人军团开始回收。接下来，保持晕倒状态，等门内接应。怎么全躺着了？其他弟子呢？你，五师兄、灵娥、玄雅，你们怎么了？长寿呢？怎么全来了？现在装晕还来得及吗？玄都师兄，如你所言，这三人元神枯竭，早已成了傀儡。咱们先去趟金鳌岛，说明缘由。多尔师弟，事关圣人，最好不要外传。据说这事儿和圣人有关。玄都师兄放心，我渡厄最是守口如瓶。渡仙门什么都不知道，现在已经去接应弟子了。长寿，你在哪儿？长寿！师叔，我们中了迷药，其他弟子在农医大阵出口旁的树林里，你们快去！长寿！长寿，师父，弟子没事。弟子此前将你迷晕。你也是为了为师着想，为师不怪你。师父，我这倒霉师妹露馅了！李长寿，你装病骗我！我没有啊，师父。我都说了我没事，您自己误解的嘛。抓到师兄了！这件事都是师兄逼我做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兰陵娥，李长寿，师兄你教的，死两个不如死一个。掌门，无事，我修习师父新传的法术，不得要领，吐血而已。此战我门内长老风主损失惨重，所幸未成仙弟子得以保全。日前，师父与大法师为我等去金鳌岛走了一趟，算是彻底查清了其中缘由。西方二圣为大兴西方不择手段，手下控制了许多大妖，其中就有挑起三教纷争的元凶文道人。此事必须通知门内，加倍戒严。师兄，西坊教让文道人挑过道门，有什么好处啊？昔年西坊二圣以宏愿成圣，即向天道贷了一大笔功德贷款成圣，
并许下大兴西方的宏愿。在道门三教遍布洪荒的今日，西仿教根本没有大兴的机会。如果还不上贷款，西仿二圣恐怕会面临严峻的天道责罚。既然走正途无法大兴西方，二圣便使出了捞偏门的方式，招揽文道人，挑拨道门三教，削弱道门影响力，从而赚取功德，壮大西方教。他们为了赚功德，竟能做到如此地步。师弟，眼下我们该怎么办？此战既有圣人始，亦须有圣人终。有师傅和大法师出面，西仿教短期内不敢作祟。如今，元泽他们的魂魄已被送往六道府转生，三教之争也得以平息。我们只能督促宗门上下勤加修炼，以防西仿教再出手。六道府原打算安排元泽转生人族，可谁知元泽和忘忧汤前说了句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放心吧，转生这般小事，应该出不了问题。”然后呢？他刚喝下忘忧汤，就被六道河的浪花卷起，打入了一旁的畜生道。下一世应该会是一只黑皮豹。是。西方那两位，当真可恨。大法师，这便是渡仙门最近将成的姻缘。渡仙门经大战后，人丁损失不少。我有心想助其兴旺，可老师又不准我多收弟子，为胜加速促成道侣、繁衍后代这一条路，只好来麻烦月老您了。大法师，请看。大家都生了情愫，唯独这三星拱月的男弟子没有变化。月老，不如帮帮他。无知钟爱，原来师兄喜欢这样的。灵娥，把我最新研发的稳字经抄写300遍。最近突然心绪纷乱，带我查查典籍。小兽兽，咱这新裙子、新妆容，好看吧？师叔，宗门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之战，相比起容貌，我们更应该注重提升修为才是啊。长寿师兄，长寿师兄，我有阵法上的问题向你请教。有心师妹，我急着闭关，这是我收藏的阵法典籍，我能为你开导一二。时间紧迫，我先走一步。这位仙门良才似乎过于断情绝爱了些，那他到底想要什么？生来往，莫管闲，先已故，难争先。
文静知错，文静办事不力，还请您暂且放过文静一马。文静保证，下次一定完成您交代的任务。女王大人，进来吧。南海那边情况如何？属下奉您之命，在南海打探得知，近日出现了一个功德兴旺的新教派。道门强盛已久，不好对付，不如从这样的新教派下手。西方教此战虽落败，但绝不会就此罢手。复盘此战，我杀了不少业障大妖，应该得了不少功德吧？天道为世间每个生灵设立了个人账户，用于发放功德和业障。为确保安全，我一直随身佩戴获得玉，防助他人推测来历的同时，也将天道发放的功德和业障拦截在个人账户外，待来日一次性接手。业障！我做什么孽了？近日虾妖为祸，杀伤了我神教大量教众，双方交战时竟还误杀了无辜的百姓。虾妖，此事竟然还和龙宫有关，太过分了，这是在挑衅。就是，寨主，咱们不能任由他们欺负啊！就是啊，对啊。大家的心情我都明白，我们举办大典，就是为了祈求神的庇佑。大家只需捐出香火钱，将鱼买下放生，神感受到诚意，必会加倍保佑大家。不对呀，卖鱼放生和神有什么关联？况且大部分教众本就以打鱼为生，到处都是鱼，为什么要找寨主买鱼放生？看来是寨主欲借神之名谋利。放生，吉祥！这是妙珠吧？怎么鬼鬼祟祟的和这乌鸦碰头？我们安排在南海龙宫的内应来报，南海龙宫已整装待发，很快就能攻来。鸦神，您放心，经过我的努力，他们现在对南海龙宫可是满腹恨意，定会与之以命相搏。很好，等到双方混战无暇顾及时，我们再派出血赤黑纹吸走功德。届时，女王大人此计真是高明。血赤黑纹，女王大人，又是文道人和西方教的阴谋。他们在熊寨和龙宫分别安插内应，先挑起双方战事，再借机夺取功德，好歹毒的算计！大太子殿下，数日前我们刚整治过他们，今天他们居然还敢举办大典。我已召集所有南海附近的龙族子弟前来相助，好好收拾他们。敖某表兄，你这小矮子怎么来了？敖某表兄，我近日在南海金鳌岛修炼，得知你召集龙族子弟欲进攻熊寨大典。表兄，大典上有许多无辜百姓，贸然开战会给龙族增加更多业障。龙族背负滔天业障数千万年，何惧在天上几笔？南海使君听令，踏平熊寨！奇怪，这些破事跟我的功德又有什么关系？
寨的神教，难道就是保佑我们吧，海神！海神！海神！海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的。海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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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照相不是已经毁了吗？怎么还多了1620座啊！龙族和海神教交战，杀伤百姓就是我产生业障的原因吧？而一旦海神教卷入战争，我这个名义上的海神也会背上一笔滔天的业障。少则引动天罚，多则招致灭世之灾。必须阻止战事发生，之后再想办法解散海神教。至于军团，出！凭你们也敢自称海神教？那个海神像就交给你砸了。表弟，敖乙，不能砸！他怎么跑到南海来了？糟糕，他认识我的真容，现在海神像上还刻着我的大脸。完了，我的身份要暴露了。长寿兄，倘若敖乙将海神是渡仙门弟子李长寿的事泄露出去，文道人、西方二圣诸多恶果找上门来，我怕是要身死道消啊！稳住，长生稳中取，富贵稳中求。入其路，退则进。长寿兄虽说十分优秀，但尚未成仙，更不可能成为什么海神。敖乙兄，不要声张。为了妥善解决南海龙宫与海神教之间的矛盾，请前来详谈。忽悠小龙第一步，以和为贵，方成大业。成什么？海神像你还砸不砸了？长此以往，争端难消。我现在就去见海神。表兄，在我回来前千万不要动手。可笑，龙族才是海上霸主，难道要让这个不知所谓的海神指点我们做龙？多谢长寿兄指点，我竟不知西仿教从中挑拨，险些犯下大错。忽悠小龙第二步，知我心者，莫如长寿。龙族世代背负震碎洪荒的庞大业障，我深知你为解此困境付出许多。长寿兄果然懂我。不过这海神教，忽悠小龙第三步，以退为进，演技之王。唉，此事说来话长啊。总之，海神教并非我立起来的。这种身不由己的滋味，你应该明白。这就对了，圣人们也需要功德加持，人教圣人不便自己出面，便选中长寿兄来代管海神教。唉，偏偏他这般不慕名利。长寿兄放心，我向天道起誓，此事我绝不会泄露分毫。成了，果然面对敖乙这种想法很多的龙，留白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我能否加入海神教？行善立功，为我族攒些功德。唉，
南海龙宫与海神教又起冲突了，请与我一同平息干戈。表兄住手！尔等休要再徒增杀戮。是海神。海神大人显灵了！海神大人容禀，南海龙宫与海神教的纷争，皆是受奸人挑拨而起。哎呦，海神大人饶命！我招，我全都招。你敢背叛我族？说，谁收买了你？南海龙宫大太子，本座无意统领海域，功名利禄皆如浮云过眼，唯有导人向善，方是正道。这两个奸人交由你处置，望南海再无纷争。海神大人已与我说清，这一切都是西方教的阴谋。我们可以顺着这两个内应继续追查。海神大人，我不该善用您的名义敛财，求您责罚。念你尚未酿成大祸，解除债主之职，以作惩戒。今后债主便由熊不憨担当，首要任务便是将不法获利尽数归还，可有异议？海神大人看得起我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总算处理完了。虽然不得已忽悠了敖乙，但避免了冲突和杀戮，也算阻止了龙族的业障加剧。至于他需要的功德，再另为他想办法。总之，先解散海神教再说。今日种种，本座自责难当，力教本非我意，不如……圣人！这是天道功德凝成的祥云，天道也被至教有方的海神大人打动了。吉兆啊！天佑海神，天佑海神教！海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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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神！教宗情绪这么高涨，肯定不会同意解散啊！天道降下这么多功德，看来是要大兴海神教。我再推脱，恐怕会得罪天道老爷。这个海神，我是不当也得当了。稳住！谁说做海神一定要高调？我可以找个形象代言人啊。这个声名在外的小龙就很不错。哼哼。东海龙宫二太子，今日幸得你相助，不知
你可愿加入我教，担任二教主兼护教真龙大护法之职？海神大人对我实在太好了，我敖乙誓将海神教发扬光大。我表兄本性不坏，镇守南海多年，也算经验丰富。您看，敖乙作为二教主发光发热，给他找个助手也好，我可以安心在后方做好一切预防，顺便藏好我的底牌。南海龙宫大太子，你可愿担任我教真龙二护法之职？可是我想，敖某定不辱使命。海神不计前嫌，当真大仁大义。希望教众谨记本教教义，勤俭友善护老幼，不惧艰难得幸果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再招惹业障了！四海平，自家不齐，一命扬。女王大人，接下来，为了像海神大人一样潇洒，我这就启程寻仙拜师。四眼法术，化妆如幻影。这是一种面容模糊术，让人转眼即忘，绝不留把柄。啊，总算给这1621座海神像都化了妆，以后这个形象就代表着海神。希望不会再有人联想到人教弟子李长寿。这位大仙是谁呀？测感时都乱码了，他的修为极高。天庭东木宫到访，阁下为何藏头露尾？东木宫，纯阳仙人吕洞宾的前世，如今的天庭南仙之首。我何时招惹了这种大人物啊？东木宫来此，有何贵干？天庭授我监察各地宗门教派之职。近日有人控诉海神教通过阴险算计，夺人功德，危及四海。还请阁下跟我走一趟，说个分明。这两个内应果然掌握了关键信息，你的幕后主使杀人灭口。他们都被控制了。
王大人英明，一封无名送状，便令天庭出动牵制海神，再以血池黑纹控制南海水军，实施灭口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，死无对证。纪番失利，上头已经逐渐对我失去信任。只有阻止内应暴露我们的秘密，才能补救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成功。鸦神，你亲自去。惨了，东木公一句解释也不听。虽然天庭目前处于初创的艰难时期，但等到封神后期就会一统天地。要想对付我一个小小的海神，简直易如反掌。阁下总算来了，却为何不是真身前来，而是来这一纸人？一眼就识破了，他是谁？身份实力皆高于东木公的，只有从前道祖座下的童子，圣人们的师弟，如今执掌天庭的玉帝陛下。好天！在下以纸人行走洪荒，正如陛下以分身降临凡尘，皆因身不由己，望陛下海涵。阁下如此洞若观火，难怪能被万千教众奉为海神。得天道功德庇佑，又有龙族从旁辅佐，不知这身不由己，从何而来？是谁向天庭举报了我？把玉帝这么难搞的大人物都给招来了，给我惹这么大的事，底牌都要被掀翻了。阁下如此洞若观火，难怪能被万千教众奉为海神，得天道功德庇佑，又有龙族从旁辅佐，不知这身不由己，从何而来？陛下，我故乡有句老话：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你想夸我，还是夸你自己？罢了，你竟能识得我的身份。目识得，心不识得。你何意？众生所认识的玉帝，本该居九重天阙，助道祖维护天道。然而，陛下现凭借一纸诬陷，便轻来捉拿我，实在有损天道威严。所以，心不识得。在海神心里，我应为何故？壮大天庭。六圣拜道祖红军为师，随后道门三圣和西坊二圣各自立教收徒。道祖遂立天庭为天道的执行机构，管理众生，由玉帝您执掌。然三界只闻六圣之名，不知天庭。陛下令不传五洲，法不通四海，所以急需广纳人才，以壮天庭。知吾者，南海海神矣。不错，我曾亲访凡间，发现你备受爱戴。那送状确实是诬告。我此行是否来对？在下斗胆。你懂兵法？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何意？用兵之法，其实计策很简单，关键是戏怎么演。交出骄兵将领，饶你们不死。
今日死的是你们！龙族水军现身！啊，有埋伏！接9天10地阵，反围攻！我们揪出了西仿教的内应，他们必不会罢休。到时候，我们用这套兵法对付他们。长寿兄的退敌之法很是周全。此战结束后，我便整理成册，献给父王和节将，尤其是我那个颇为鲁莽的师叔赵公明。妙，丝丝入扣。多谢我蓝星孙武前辈所著的《孙子兵法》。哪怕在洪荒，也是兵学盛典。看来玉帝对兵法非常满意，不如为避免卷入封神大劫，我已在暗中筹备数个方案。这数个方案，因为玉帝的出现，可行性最大的一个已然揭晓。积累一定功德后，入天庭为官。只是结交玉帝有暴露自身不够稳健的风险，但此时可是抱上天庭大腿的最好时机呀！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陛下，早前得闻圣人为3界苍生立天庭，不求回报，在下深受感动，遂匆匆写下12件，唯愿献给天庭，效微薄之力。有劳。龙族竟然会暗中设下埋伏，莫非背后有人指点？既然你们执意斗到底，我的孩儿们，化形，把他们全部杀光。鸭神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明白。多谢女王大人多年教化，今日一定完成任务，以我之血肉助大军之躯。血池黑温泉，竟能通过吸食血肉强化自身啊！惨了，我们抓到的2个内应都死了。天庭在此，血池黑纹，勿再放肆！天庭竟然会救我们！龙族上天，龙族罪孽滔天，且还在怀念远古其霸主之姿。天庭为何要收复龙族？他们又如何能被收复？敖乙那边形势不明，既然我脱不开身，只能说服陛下。收复龙族有2例：四海3界之重敌，龙族远古之大族。虽有天地罪孽，然高手众多，
若龙族能入天庭效命，则四海尽归，此一例；若是龙族掌管江河湖海，可扬天庭之威，此二例。想必陛下也已推算到，今日诬告案表面针对我，其实针对龙族。龙族此刻处于危机中，不如……天庭怎么会插手龙族之事？南海海神，又是你！抢我南海功德，又坏我图谋龙族之计，现在还联手天庭折损我大半孩儿。天庭我动不了，一个野神我还杀不得吗？老师又传话了，命运发生了微妙的变动，起因竟是一个人教小弟子。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，龙族上天是他？还不知海神道号是？唉，如果让玉帝知道海神只是一个人教小弟子，就没神秘感了。但也不可骗。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，长庚行，长庚一同长寿，嘿，好主意。在下道号为长庚道人。长庚。没想到我竟因祸得福。文道人，他怎么亲自来海神庙了？南海海神，受死！什么情况？你是何人？竟敢如此嚣张！不能动了。刚自爆太快，心神被扯得好痛，万不能和他沾上因果。好在本体没有受到损伤。又来人了！24颗定海神珠，你是截教赵公明，为何定住我？南海海神乃是我师侄敖乙的兄弟，道门一家亲，竟逼得海神化身自爆，看打我！他自爆，我也不明白啊。前辈，我是南海海神，真身无碍，你快停手！此事恐会引发西方教与截教之争。那直接杀了他。不可，晚辈有一对策。起来，我要去灵山讨个说法。灵山便是西方2位圣人的居所，一旦闹到那里，2圣为保全西方名声，一定会将我血池黑纹一族尽数灭杀。横死！我被你震伤了道基，伤势为证。你要不要面皮？我也会。这是海神的法器生影球，恰好记录下你的自残。你可是想借此挑起道门与西方教之争？赵公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咱们不如小事化了，否则我只能拿它去找各教好友观摩。你看，太精彩了吧！好，我立大道誓言，此事作罢。人教，南海海神，这个弟子有点意思。贫道截教赵公明，路过此地结识海神，倍感爽快。大哥，虽然你是未来的财神爷，但我不想结识你，更不想跟你义薄云天。你集体荣誉感也太强了些，难怪封神大劫中
算了，后话了。贫道长庚道人。我忘了，我还得去找同门商议三教源流大会之事。就此别过。三教源流大会，旨在道门三教一起追根溯源，化解矛盾。师兄，掌门传话，由师兄做弟子领队，3天后随宗门前往三教源流大会。我不去，那里可是整个洪荒因果汇聚之地啊！去。前辈是？玄都大法师。玄都大法师，据说是女娲娘娘捏造的第一批人族，也是人教太清圣人的唯一一名弟子。那最近大佬们怎么上赶着找我？好慌啊！他为何要我去三教源流大会？长寿兄，多亏了摄神珠摄取西仿教内应的残魂神石，我已发现他们的阴谋。四海海眼的位置尚未找到，他们竟在打四海海眼的主意。海眼凝聚着天地间的业障，每隔数年便会爆发，吞噬生灵。龙族为偿还业障，一直派高手用身躯填补海眼。海眼是龙族软肋，一旦暴露，轻则龙族受制于人，重则有灭族之祸。事关紧急，我必须将此事告知父王，让龙族防备。文静无能，竟给龙族留下把柄，文静一定将其除掉，消除后患。道门的注意力都在三教源流大会上，不会留意东海。三教源流大会本是想缓和产劫关系，但从封神大劫的结果看，三教弟子都被卷入了血战。都说了产劫弟子不得互殴，你们当我人教逍遥仙宗是摆设吗？有点眼熟。熊灵力，他怎么拜入逍遥仙宗了？这么多人在，也不能把他扬了，只能……表妹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若暴露我身份，熊战危矣，快喊表兄！表兄，好险！表妹，难得遇到，以后跟着表兄混，修炼吧。长寿师兄的表妹，竟也如此优秀。阐教元始天尊座下，广成子前来赴会。阐教元始天尊座下，云中子前来赴会。截教通天教主座下，赵公明前来赴会。截教通天教主座下，多宝前来赴会。
截教诸位师弟气势汹汹，是要作何？自然是来凑个热闹。如今阐截两教尚是口舌之争，待封神大劫降临，就会成三教混战。阐教线多被削去顶上三花，失了大半道行；截教线更是死伤无数。三圣下场也无法阻止众弟子被禁锢在正神之位，永受天道操控的命运。我得尽快完成龙族上天，以此抱上天庭大腿，躲过封神大劫。阐教弟子随我见过玄都师兄、礼拜人教太清大师伯。诸位不必多礼，老师和2位师叔，乃大道圣人盘古元神所化，又齐入道祖门下，三教本是一家。师尊收福德深厚者为徒，乃顺天而为，教化众生。众生指所有生灵，凡有向道之心，就该有修道求长生的机会。大法师命我来此，究竟有何要事？此乃江山小设计图，内藏数百法宝，三教年轻弟子皆可入内搜寻。连圣母女娲的法宝江山社稷图都敢仿，云中子不愧是洪荒赝品大师。贫道也添1、2千个法宝做彩头。多宝道人，这位截教大师兄真是人如其名，我就不去给毒仙门丢人了。老师推算出，龙族上天对苍生有利，而李长寿是促成此事的关键。正好借大会探下他的品行和实力。表兄，我一定会守护好你的。想一直躲着可不行。人教扬威，原来大法师想让人教大出风头，但这是有一个专业的人形吸精器更合适。神行符提速，法宝锤作武器。人教弟子前来相助！毒粉已涂至火灵剑，凶手处置即死。有情师妹，放心冲杀。这2位人教道友太强了吧！西北20里有凶手出没。长寿师兄总是默默做下所有事，却把功劳推给别人。有情玄雅，你要竭力除殃，扬人教威名，绝不可辜负长寿师兄的嘱托。凶手可信熊灵力，云山剑修有其玄雅。攻防得当，配合默契，人教这2个小弟子未来可期。人教真是出了2个优秀仙苗啊！
长寿种种行为，皆是围绕稳字。强为不如无为，强争不如不争。清静可循自然，万法终归妙境。今日倒从长寿身上感悟良多。若他能成为我的小师弟，入兜率宫中处理人教教务，老师定会欣慰。龙族有变，速去救你的二教主。西方教想毁证据，杀龙灭口。二教主，海神教的事，您都知道了。你以为仅凭自己的火德玉，就能拦住所有圣人的推算吗？老师早已知道了你的事情，并亲自出手为你遮掩，否则你早就暴露了。多谢太清圣人庇护。大法师，容弟子留一化身在此，本体随您前往。诸位师弟，贫道有事，先行一步。顾家，摄神珠已碎，我如何让父王相信西方教在查海眼之事？竟是个金仙，但根基不稳。与渡仙门一战中被血莲强行提升到金仙境的原则一样，看来又是血池黑纹的算计。虽是伪金仙，但实力远胜你。若能救下敖乙，我便说服老师收你入兜率宫，如何？兜率宫，太清圣人的化身，太上老君的居所，这大腿必须抱。弟子愿望。这是老师的防御至宝，天地玄黄玲珑塔，将它威能借你半个时辰，有它护着，哪怕是大罗金仙手无先天法宝，也伤你不得。真锁血外挂体验版，水遁。今日有我玄都小法师在，谁也伤不得敖乙殿下。从大法师话中可知，锁血外挂并不绝对安全。万一有大罗金仙，比如幕后主使文道人，手持先天法宝突然发难，一下就能给我破防了。玄都小法师，他与玄都大法师有何关系？亦或是故弄玄虚？区区天仙境还想藏玄都大法师的威名，找死！一气化三浊，这分明是道门神通之减脂成人。长寿故意喊错，想震慑对方，抢占先机，但这纸人确实做到了以假乱真。这一气化三浊，莫非也是人教秘法？第一重，枷锁困阵。
鬼子纸人善各类奇鬼神通法阵，且是纸人军团中最高战力。第二种，灭魂杀阵。第三重，惊雷毒阵。只有他用的是上等法宝，应该就是本体。道门神通，血金惩法，急！中计了！纸人放纸人，纸人何启动？一门剪纸成人，搞出这么多花样，若换成天罡36法之撒豆成兵，岂不是能做出更多新玩意儿？看来在渡仙门坏我好事的，也是这位玄都小法师。区区妖物，也敢在我玄都小法师面前逞凶！三位护法，处理残魂。唉，金仙当真是不好杀。除掉伪金仙，救下敖乙，总算完成了大法师交付的任务。小心！玄黄玲珑塔，他真是玄都小法师，太清圣人什么时候又收了个徒弟？这就走了，还好有大法师给的这层外挂。二太子殿下，二太子殿下，臣护驾来迟。原来道友是人教高手，也定要禀明父王，好好答谢。贫道还要找陛下复命。
敖乙殿下，咱们就此别过。陛下，除龙族外，洪荒有此称呼的，天庭的玉帝陛下。不直接点出救兵是玉帝小师叔派来的，而是让敖乙自己退出，既降低龙族警惕性，又增加天庭好感度，这分寸拿捏得很到位。龙族上天的重任非你不可，我赠你一门神通，此为天罡36法之撒豆成兵。另外，日后若有麻烦，可亮此牌。保命底牌加1，我这玄都小法师也算是持证上岗了。弟子谨记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西仿教暂时不敢对道门出手。他们豢养血赤黑纹，残害道门弟子之事，我已告知老师和阐节两教的圣人师叔。大批血赤黑纹突然出现，西仿教此时将他们放出，难道是孽畜？准提师叔竟亲自出手灭杀了血赤黑纹，既撇清了他们与西仿教的瓜葛，又给道门一个交代，真是好算计。如今圣迹昭显，三教弟子应该都已知晓。族文被害，文道人绝不可能无动于衷。你挑拨道门失利，攫取功德不成，还暴露了龙族内应。如今刺杀敖乙也失败，我灭你3成族文，在人前划清界限，以示手下留情。之后我会另派人来接手，你不可妄动。但凭圣人吩咐。我受尔等驱使，却反遭灭族之嫌。那不如拼死一搏，救出族文，离开洪荒。杀点蚊子就算完了，必须让西仿教付出点代价。多宝师兄，大会快结束了，师弟先行一步。总算回来了，多谢表妹和友情师妹为我护法，我们出去吧。怎么刚和大法师分别就有事交代了？不对，是他师父太清圣人。这对师徒怎么都爱突然传信啊？不过大法师只会发短信，太清圣人已经开通5级发视频了，修为高低一目了然。西仿教镇教之宝。开天辟地后，天地功德凝成的12品功德金莲，这不是封神大劫中文道人啃金莲的情形吗？太清圣人这都能推演出来，不愧是洪荒战力天花板级别的大佬。但为何把画面传给我呢？根据计算机解析的封神大劫剧情，文道人啃金莲是因，道门得存是果。难道是我多次破坏了文道人计划？
变了他的命数，影响了未来。渡仙门，太清圣人定是算到了这个变数，才让我出面干预。为确保他能在封神大劫时啃金莲，道友留步，我最好将他收归己用。南海海神，那天我去海神庙杀你不成，你竟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道友被西坊教当众割席的滋味，如何？怎么，你是来落井下石的？不敢，道友只是明白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不如联手。区区一个南海野神，你有资格和我谈合作？道友曾3败于我，我算计你海神教只有1次，何来的3次？胡搅蛮缠！数个时辰前我们刚见过，道友莫非忘了？你是玄都小法师？此前渡仙门一役，轻易苍鹏也是死于我手。南海海神，玄都小法师，背靠人教圣人，原来自始至终，我都败于你一人之手。现在，我们可以聊聊了吗？好，我且和他聊聊。若真有问题，直接杀了他。文道人的修为远在我之上，稍有不慎，我恐怕就会大祸临头。他为何带我来人族地盘？不怕我出手杀人？除非是陷阱。这里人流密集，能消除他的戒备，方便我进一步套话。接下来，还行，这就要动手吗？一点征兆也没有啊！道友，不累吗？他发现了吗？那他为何不躲？苍天哪！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？他还不是要分分钟碎了我！看他神情如此淡定，难道还有后手？等等，这招有用？众生有玲珑心，故有千百张面孔。道友且看，世人为生存奔波，为衣食烦恼，被迫摆出虚伪的面孔，咱们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洪荒如棋，圣人之子。你我皆是棋子，道友和你的族文不也因此受制于西方？少给我来这一套！你竟敢坏我大事，让我在教主前颜面扫地！我要把你抽筋剥皮，吸干你的骨血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！我要吃掉你的伙伴和信众，让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后悔认识你这样的神！我要让你灰飞烟灭，魂飞魄散！让你的海神教荡然无存。那如果我可以用我的手段扳倒西坊教，为你文族报仇雪恨呢？那你会成为我最好的朋友。既如此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筹码。万物有阴有阳，此地要崛起，除了明面的威仪，还需暗处的锋锐。你若能回到西坊教，与我里应外合，我自可助你脱离苦海。西坊教自以为做事滴水不漏，但这南海海神背后的太清圣人早已察觉，并反过来算计西坊教。人教真可怕，南海海神真可怕。我什么都没说，这是你自己想的。
我可以答应你。总算用天庭稳住了文道人，但他这把毒刃若用不好，反伤自身。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截教赵公明和他那个二妹，最近一直在找西方教的麻烦，我也深受其害。你若能阻止他们，我便信你。赵大爷不会又去碰瓷了吧？二妹，琼霄，三霄中的老二，这仨姐妹可是在封神大劫中削去阐教12金仙顶上3花的大狠人啊！看来要去三仙岛走一趟了。如果赵大爷和琼霄继续搞事，不但会影响到与文静的合作，还会激化西方教与道门的矛盾。我请不动通天教主，多宝道人威慑力不够，那就只有三霄中的大姐，赵公明的义妹云霄仙子。以云雾为阵基，看似柔和，实则遍布杀机。三霄不愧是能布下九曲黄河大阵硬刚圣人的大能。这阵法，神识探进去也只能看到一片白茫茫，根本找不到入口。在下海神，字号长庚，求见云霄仙子。在下海神，字号长庚，求见云霄仙子。无人应门，只好噪音扰灵了。人字指人，吹拉弹唱小分队，出！公明道友，琼霄仙子，你们好惨呐！呸呸呸！晦气！我大哥和二姐好得很，何须你们哭丧？碧霄仙子，在下已将事情经过写在拜帖中，还请转交云霄仙子。碧霄，琼霄仙子的双胞胎妹妹，三霄中的老幺，据说是个古灵精怪的整蛊专家，必须小心应对。你等着，要是敢骗我大姐，我非教训你一顿不可！哼！这是在给我指路？这里就是三仙岛，神识还是无法向外查看，似是被某种阵势挡住了。这就吓死了！海神竟然这么脆弱，我还给你们安排了进错院子嫁对郎的戏码呢。可惜啊，可惜！好你个海神，敢用纸人化身戏耍我，我这就把你本体找出来打杀了！碧霄仙子，在下真有要事。公明道友正与琼霄仙子向西坊教寻仇，须得请云霄仙子出面阻止，不然西坊二圣怕是会对他们下手。这么严重，我去找大姐。搞了半天，他也是用云人化身和我的纸人化身飙戏，个个都是戏精啊！这次该见到云霄了吧？海神长庚拜见云霄仙子。北方有佳人，
绝世而独立，这就是三霄之首，截教第一仙子云霄。拜帖我已看过，劳烦长庚道友特来告知。有些悸动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中了什么摄魂术？不，周围没有法力波动，这不是法术，是我的因果在变动。避开！必须避开这个大因果。长庚道友真是洒脱不羁，正说这话，怎么突然躺下了？在下多有冒犯，望仙子恕罪。无妨，还请长庚道友带路，我这便寻回大哥二妹。云霄重情重义，可惜有3位兄妹做拖油瓶，终究会卷入封神大劫。要接近公民道友，还需麻烦仙子这般。西方道友，你何故偷袭伤我？我并未碰到你分毫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伤得好重啊！西方教欺人太甚。我兄妹定要找西方二圣讨个公道，这次就拿你来祭旗，拿命来！穷霄，三霄中的老二，人称洪荒滚火暴徒，连碰瓷都能被他搞成火拼。大妹，大姐。跪下！四面树敌，徒增冤孽。你们2个都给我回三仙道，闭关思过。干脆利落，不愧是云霄。解决完赵公明他们，应当能和文道人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了吧？能把赵公明和琼霄关在三仙道，那海神倒是有点本事。西方二圣派来的竟是他，圣人弟子。他与海神，我该如何压住？好。今日幸得长庚道友相助，容我以此建议图表表谢意。好妙的笔墨，里面隐隐透露无穷道韵。高尚动源，物生九天，截教圣人通天教主。莫非图中剑意是出自通天教主的杀伐至宝清平剑？好厉害的悟性，只看一眼就能感受到师尊剑中道韵。道韵不断涌入体内，修为暴增。这具纸人化身要撑爆了！表兄，你怎么了，表兄？不好，修为已至天仙境巅峰，再这么下去，
可就要重启金仙劫了！长寿师兄是纸人，连我也没看出他是具化身，还藏有如此道运。这个弟子不简单。浩瀚天威，劫云将至，长庚道友这是要突破了。我还没做渡劫准备啊，喂！绝对不能突破！金仙劫远比成仙天劫更恐怖，天雷将直击道心，稍有差池，道心破碎，仙路断绝。近万年没有几个熬过金仙劫的，我这不是送死吗？道花修之不易，道友何苦自伤？在下有幸参悟圣人道运，却未参透真意，自斩道花，重新修行，以求大道圆满。原来如此，是我唐突。天雷来了，仙子快退开！长庚道友莫怕，我来助你。行道多歧途，吾辈自劫通天路。混元金斗，开！这就是号称装进乾坤碧四海的顶级法宝，在封神大劫里，捉龙鸦、求阳涧，生擒阐教12金仙，逼圣人出手的混元金斗。云霄仙子，多谢。斩道明本真，一斩道基错漏之处，二斩晦涩不明之处，三斩虚浮不定之处。完了，欠了这么大一个人情，因果已经结下。好在已经恢复成原本的修为，接下来还得去了结一下都仙门那边纸人暴露的事。掌门，弟子刚刚有所感悟，恐惊扰到诸位，就放置了纸人在此地，自身遁去云中参悟修行。你悟到何事？化身竟散发深邃道运？长寿竟有此渊源？放心，贫道定会为你保守秘密。启动玄都大法师保护伞，问：道运就是大法师的？掌门倒是意外的好忽悠，但有毒这家伙好像又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啊？怎么突然传音过来了？长寿师兄，当日渡仙门遇袭，有2位义士救渡仙门于危难，
他们自证神魂时的反应与纸人很是相似。这两位义士可是师兄的纸人？今天累死了，好谢谢。是。我本以为刻苦修行，便能在前路等师兄，却不曾想，我从未真正看到过师兄的背影。今后，师兄依然是悬崖的指路明灯。海蛇死了吧？以后还是得多准备底牌，以防纸人身份暴露。海眼关火龙族命脉，岂容西坊就觊觎？陛下，末将这便调遣大军严守海眼。不可，西坊教内应已渗透龙宫，万一军中也有内应，反而会暴露海眼所在。文武旨意，召开四海盟会，集结四海真龙，共布万龙阵。陛下英明，万龙阵乃祖龙所创先天大阵，有移海擎天之能。一旦结成，西方教休想染指海眼。第二，届时将那南海海神也请来，他既敢顶着海神名号，便该为四海出一份力。将通天教主的敬意图挂在庙中，有圣人之威罩着，海神这个身份又安全了许多。通天教主的道运，海神背后除了人教圣人，还有截教圣人。难道太清通天教主在利用海神算计西方二圣？好大的阴谋，但亦可利用。哼，南海海神，今后是你收服我，还是我取代你，尚未可知。文道人，这么快就适应间谍身份了？西坊二圣派遣了一位弟子前来主持四海事宜。圣人弟子是谁？他与我同是上古凶妖，却不知为何入了二圣法眼，将他收为记名弟子，予以功德豢养，命其名为金蝉。金蝉，不就是东土大唐那位玉帝哥哥的前世身？他有何打算？离间四海。东海二太子，丞相大人，快禀报陛下，东海二太子私闯北海，刺杀北海丞相。陛下，北海在东海龙宫外陈兵3000。勒令交出二太子殿下为北海丞相赔命，否则便踏平东海龙宫。四海龙族之间向来关系和睦，而陛下您因年纪较长，四海龙族都以您为尊。如今北海丞相遇刺一案，尚未确认真凶，北海却直接发兵，陛下这不合理呀！不合理的不止这一处，女儿日前还在与我商讨筹备四海盟会，不可能去北海行刺。我等寻找数日，仍然没有下落，北海那边也加紧了搜查，务必在他们之前找到怡儿。是。一定要找到奥义，让东海给个交代。
长寿兄，我没有杀北海丞相，有人要毁我名声。西坊教制定了离间四海龙宫的毒计，此事必是他们所为。你的凶手身份一旦坐实，北海、东海便会反目，不仅四海盟会开不成，四海还会分崩离析。西坊教，对，四海不稳，万龙阵未成，他们便可趁机图谋海眼。四海分裂，龙族上天一事也会落空，我就上不了天庭。那封神大劫，必须抓住真凶，洗清你的嫌疑。长寿兄懂我。事发后，我曾暗中追查假扮我的贼子。他最后一次现身是在天涯阁，我原想进去直接拿下，可天涯阁是方圆百里最受欢迎的女子武馆，由洪荒富户卞氏家族所创，唯一能进出的男子，只有天涯阁少阁主卞庄。天涯阁背后势力不小，不可贸然进入。不过，那贼子是怎么混进去的？他用了化形的技巧。不会吧，长寿兄，你不会是要……事到如今，这大概是唯一的办法。我傲羿绝不可能你。长得好好看呀！是啊，好好看。记住，现在开始，我叫姜思儿，你叫科勒尔。我们听闻天涯阁大名已久，想进去观摩。姜思可乐，驱寒暖胃，好喝不贵。知道了，长寿兄。姜思儿。原来不是武馆，是武馆。我天涯阁必在聚集洪荒女炼气士，切磋对战，共同进步，增强对大道的感悟与理解。天涯阁当真只接受女兵？当真。如果有男兵进来了呢？何事吵嚷？是时候用风雨术探听周遭信息。他不是死了吗？你的慌乱与别人都不相同。是否以为你剑下的亡魂重现于世，你就是凶手？都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杀了他！少阁主，姑娘，有话好说。是八爪巨伤，难怪能变成别人的模样形似。快随我与科勒尔返回天庭，听候发落。很好，这波路人舆论算是拿下了，顺便给天庭刷了一波好感。感谢二位相救。那个，我乃天涯阁少阁主卞庄，敢问科勒尔仙子芳名？方灵。我是说，
仙子可有道理？滚！这般奇女子，只是看一眼就让人割舍不下。可乐儿，乐儿，乐乐。真是病得不轻。什么北海丞相？我不知道。此物唤作摄神珠，可以搜集元神内的所有记忆。即便你未遂厮杀，摄神珠照样可以读取你生前的记忆。我说，还好我多备了几颗摄神珠，派上大用场。究竟是何人指使的你？西坊教金蝉有无参与其中？没人指使我，金蝉只是帮了我们而已。巫妖大战后，我们妖庭后裔无处容身，只好躲入深海，却常年遭到龙族欺辱，这才假扮敖乙刺杀北海丞相。明明是你们深海妖族挑衅在先。西坊教煽动深海妖族出手，自己却摘了个干净。好在你我乔装入天涯阁，他们暂时没查到你。快将他带回龙宫吧。虽不能问罪西坊教，但可助你洗清嫌疑。长寿兄，这次北海与东海的事情闹那么大，北海与东海会不会也被西坊教渗透了？极有可能。我这就去禀告父王。3日后照常举办四海盟会。叶儿，你做得不错。谢父王夸奖。父王，北海丞相遇刺一案，乃西坊教从中挑拨，儿臣已将疑似内贼的人选记在册中，还望父王严查，以防四海盟会生变。父王，你只需照常筹备四海盟会。记得多请些宾客。海神，你那些结教同门都可一并邀约，这才是要事。金蝉突然召集这么多金仙，难道又有什么大动作？此次挑拨四海之计不成，还招来了天体。你们中有些人是不是透露了风声，自己心里清楚。糟糕，金蝉开始起疑了。当然，四海盟会举办在即，我不会同你们计较。只要你们好好表现，届时定有风声。是。金蝉大人，四海的内应已全部就位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好。此次行动兵分12路，每路妖军则由在座各位统帅。我这一路就有10万兵马。四海盟会照常举行，龙王陛下却不愿排查内贼。果然。东海龙王这类远古高手，都主打一个面厚心黑。龙王陛下是要让西坊教放下戒心，更是在等一个将内贼一网打尽的机会。你是说，四海盟会？不错，西坊教想破坏盟会，龙王陛下将计就计，把藏在四海的西坊教内贼引出来，趁机查出西坊教谋夺海影的根本目的。四海盟会必有一场大战，我所请来的宾客将是保护海眼安全的关键。敖乙兄，阐教12金仙里就有位龙族的远古高手，黄龙真人。
龙族虽因旧事与他断绝往来，但在龙族危难时刻，他定会出手救援。龙族乃是贫道之根脚，落叶归根，贫道如何能容忍西凤就这般算计？截教圣人弟子功名道人，以义薄云天著称，亦可请他出面。师之放心，我定如期赴约。此外，我已向天庭写奏表，禀明西坊教谋算海隐之事，请天庭为龙族主持公道。长庚爱卿实乃良才，竟已在西坊教内安插了暗旗。木工，挑选精锐天兵天将，择日兵发四海。多谢长寿兄。你是我海神教的二教主，这都是应该的。二教主，那以后我也不叫你长寿兄了，就叫你教主哥哥吧。这称呼真别致。3日来，金蝉一直在筹备进攻四海盟会之事，我根本没有机会传信给海神。此次进攻四海盟会，各军行动路线、进攻目标，都只有所属金仙知晓。倘若有泄密者，二圣必将亲手抹杀。糟了，要隐藏卧底身份，就绝不能向海神泄露这次的计划。可这般阵仗，再加上金蝉这个圣人记名弟子暗中出手，哼，海神应付得来吗？应对西坊教，光靠人脉是不够的，必须研制装载撒豆成兵神通的法器。原版的撒豆成兵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待我魔改一番。或许是看在玄都大法师的面子上，掌门将熊灵帝从逍遥熏宗过户到渡仙门，并收作记名弟子，安排他住在小琼峰，倒也方便了我魔改撒豆成兵。万长老也出力不少。成功了！自研法器，仙斗加特林，届时配合天庭大军，嘿嘿嘿。今日就是四海盟会了，文道人那边怎么一直没动静？迎南海海神光临四海盟会。东海龙宫已经戒严，不知骄兵中有多少内贼，搞不好那4位老龙王里也有西方教内应。近日始终没收到文道人消息，才刚被策反，不会转脸就倒戈了吧？千百万年来，我龙族为镇守四海，不断用祖龙直系血脉填补海眼，以消解其中所纳的天地业障。今却有深海妖族觊觎海眼，不惜挑拨四海龙族情谊，
幸有大哥明察秋毫，免我北海与东海手足相残。我东海特召四海盟会，共商重启万龙大阵，便是要龙族团结御敌，护卫海眼。大哥高义，我西海必当跟随。我南海亦追随大哥，共守海眼安危。教主哥哥，你我请来的帮手都已就位。金蝉随时可能发动袭击，按计划行事。海灵之劫将至，不知长寿能否妥善应对，顺势推动龙族上天。杀！报！深海妖族攻入西海！报！南海遭深海妖族袭击！报！北海被深海妖族包围！张狂！竟趁我等离宫之日偷袭！大哥，我等这就前去平乱。来人，点齐兵马，跟随三海龙王前去清剿凶妖。三海皆有动乱，金蝉为何还没现身？除非三海只是佯攻，那金蝉真正的目标就是东海。敖义兄，你务必守好海眼。龙族暴虐无道，四海苦龙族久矣。今日杀龙王，夺龙宫，以正四海清明。金蝉大人，海眼情报我已掌握，我来带路。二太子殿下，海眼位置为真龙可知，况且您已请黄龙真人相助，应当无虞。但愿海眼无恙。八爪巨烧怎么逃出来了？救他的是金蝉。迎敌！有我东海二太子在此，谁都别想染指海眼。龙族当真没落了，竟如此不堪一击。刚才传音，敖乙没有回应，出事了。龙族远古为祸洪荒，为赎罪孽，只得不断用祖龙血脉填补四海海眼，以致如今血脉凋零。我开启海眼，为龙族求得解脱。你应当感激。海眼封印天地业障，一旦开启，业障倾泻，洪荒必将生灵涂炭，
龙族更是要举足以命相填，直至血脉断绝。我绝不会让你得逞。龙宫兵力被我分往四海，你父亲东海龙王亦被我派深海妖族围困于龙宫，没有援兵，凭你一条未成金仙的小龙，还妄想守住海眼？金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贫道乃南海海神，你胆敢图谋海眼，贫道特来替天行道。哼，区南海野神，连神位都未得封，倒管上东海的闲事了。说过，金蝉修为已在大陆，大陆自身之道臻于圆满，实力更在金仙之上，这一击我恐怕接不住。南海海神不过如此。道友莫要得意太早，你怎么没死？当然是我纸人带的够多。应凭圣算太低，五行轮转，合而归一，水自长流，生生不绝。水遁，行跑。好厉害的生活攻击，可能降速，胜过别人了。海眼已开，功德灵珠。功德灵珠，金蝉真正的目的是吸取龙族填海眼的功德。不该这样，海眼怎么回事？
海神道友说，有人要来扰袭海盐，没看到人呢。海也是假的。海盐有真龙镇守，遍地白骨龙魂。我的确探听到，海盐就在此处。中计还不自知，蠢货！这里一切布置都比照真海盐，唯有海盐本身是假。故意松懈地牢戒备，让我救出八爪巨梢，就是为了借他之口，引我来这假海盐。南海海神，是我小瞧你了。已经陷入重围，京蝉却毫不慌张，他还有其他帮手。海神老弟要我埋伏在这条西方教前往东海的必经之路，不知何人会来。西方教执法长老白莲道人，他的修为已在大罗，表面笑脸迎人，下手却极其狠辣，更有一本命法宝莲花，颇为锋锐，可不好对付。熊妖，哪里跑？西方二圣命我等前往龙宫救援，请道友莫要阻拦。天道在此纪要，你们为何伤我？你们损我道基，我要找我师尊通天教主评理。大胆叛军！今日我东海龙宫就要清理门户，永绝后患。奉东海龙王令，清理龙宫内贼，剿灭深海妖族。提前埋伏兵，预备将内贼和深海妖族尽数捉拿。这帮龙也不是太蠢。文静，白莲长老已赶往东海，你现在进宫，方便长老施救龙族。白莲长老也来了，金蝉的计划倒是瞒了我许多，不过还要本女王出手。看来金蝉在海眼并不顺利，能让金蝉栽跟头，海神还真有点本事。深海妖族还有后手？不是血池黑纹，他们怎会埋伏在此？难道深海妖族与之勾结了？南海海神，你以为你这就赢了吗？金蝉，原话奉还。你以为请来高手相助，就能万无一失吗？木工，请天庭施救龙族。今武混天将军画傲天听令，四海有难，玉帝陛下特命尔等前去清剿凶妖。天兵天将听令，斩妖除魔，护四海生灵，凡妖邪，杀无赦。天道在此纪要，你们为何伤我？赵公明，我等何曾动过你？莫要阻拦贫道6人前往东海。先偷袭再营救，手段这么脏，休想得逞！
你西方教的词，我碰定了。你竟有暗金偷袭，幸好被声音球录下了。胡说，贫道根本没用力。来呀，打我呀！给你随时录下来。道友伤重难行，贫道6人送你一场。糟糕！他们是打算杀人灭口。贫道告辞。赵公明，你竟敢坏我教大计！不必追，我们的对手是设局之人。深海妖族与血石黑门联手，再打下去，龙宫肯定失守。金吾混天将军，化傲天听令。他怎么来了？玉帝陛下特命尔等前去清剿凶妖。我且不告诉长寿，看他能否认出。设计海眼，套取我教墨力，再设伏阻拦白莲长老，最后让天庭登场，获取龙族好感。海神，你以为凭4万天兵就能扭转颓势？再加12万呢？寒空斗兵，放箭！神盾斗兵，掩护进攻！凭空多出数倍兵力，天庭哪来的如此神通？天罡36法之撒豆成兵，长寿将此法献给天庭，确实能减少天兵折损。仙斗加特林，开火！竟能让斗兵发挥如此威力，长寿这脑子装了不少鬼主意。上！金蝉，你输了。南海海神，我们还会再见。收兵！不必再追，灾乱平息，不要摆宴庆祝。不知天庭诸位可否留下？能逼金蝉撤兵，海神有点本事。本女王赠你个消息，此战你为何没提前传信？金蝉疑心太重，我也才刚脱身，他接下来会对付你。我知道了。西方教开始正视我对龙族的影响了，只是东海一战，虽能让龙族对天庭产生些许好感，却不足以令他们俯首称臣。如今对龙族而言，最迫切的事，便是用功德洗清自身业障，从而摆脱天道让他们填补海眼的惩罚。若我奏请玉帝，
以功德相佑。龙族护佑四海生灵有功，想来天庭定会降下不少天道功德。这个化傲天不简单，不仅有征战东海的实力，还有洞悉龙族困境的见识。我从未听说过天庭有这般人物，他到底是何人？化傲天刚说完，功德就来了。玉帝派发功德之事，连天庭重臣东陆宫事先都不知，他又从何处得来？难不成化傲天就是玉帝？天道降下功德，佑我龙族。奇怪，明明有6道功德落下，这第6道功德去了何处？今念龙族与南海海神长庚平息四海之乱，护佑生灵有功，开此特例，3日后降下神位，尔当恪尽职守，永承亲命。神位一到手，我就有机会跳出这个为遴选正神开启的封神大劫了。上天庭计划迈出重要第1步。长庚，教主哥哥真正的道行，果然高深莫测。以仙斗斩凶妖，以妙计安四海。玉帝陛下得海神相助，果幸事矣。天庭大运如此，我不敢居功。陛下有桩，我也桩。多亏天庭义助，方能清除叛党。如今四海海眼已被万龙阵封藏，暂时无虞。龙族不胜感激。长庚爱卿，东海龙王好像认出吾了，快帮吾挡一挡。陛下，不知玉帝有何喜好，吾明日便备一份厚礼。吾这化身在天庭为官数万年，若被当众爆出，有损玉帝威仪。原来化傲天是玉帝藏在百官之中，监察天庭各处的化身。龙王若再上前，便是冒犯天威了。多谢龙王美意，天庭虽刚起步，却是秉天道、立秩序之地。而今四海生灵惨遭劫难，陛下特遣华将军维护天地清明。那吾便以此酒谢华将军，谢天庭相助。长寿果然认出玉帝小师叔了。这小子行事周全，既截胡西方算计，又促成天庭与龙族的往来。但此诏既出，长寿拆台西访教一事，便瞒不住了。海神乃龙族和天庭的桥梁，若他得封正神，或天道法器加持，必会成为我教收复龙族的阻碍。小金蝉，白莲长老，明明你看起来比谁都小。海神背后势力庞杂，未免惹祸上身，最好是借他人之手除之。
小妹，公明师兄与白莲道人起冲突，乃是遭人算计，为的是让两教斗起来。此事已经在岛上传遍了。东海一战，公明师叔拦截白莲道人，是为破坏西方教计划，怎么传到金鳌岛就变样了？敢算计公明师兄，这是没把咱们金鳌岛10天军放在眼里。金光师叔是公明师叔的忠实维护者，秦丸师叔又最疼爱金光师叔这个小妹。据白莲道人说，幕后之人是南海海神。教主哥哥，又是西方教在搞鬼。一个野神也敢算计公明师兄，大哥，我们去会一会他。不好，教主哥哥麻烦大了，这2位师叔我可拦不住，只能……是你算计我截教外门大弟子赵公明？大哥，何必多问？白莲道人亲口所说，还能有假？秦丸、金光圣母，这2个可都是在封神大劫中布石绝阵的狠人，竟然这么容易被煽动？绝无此事，还请看在通天教主建议图上，听贫道解释几句。好啊，还从公明师兄处骗来了师尊的建议图。这是送的。若有此图，我等供着都来不及，怎会送人？你好草率的推理！为了公明师兄的声誉，大哥，绑了骗话狂徒，送去西方谢罪。那我还要命活？哼！今晚最善不赦之，小命要紧，土遁。地裂阵。会这么多遁术，果然是个贼。寒冰阵。妙啊，阵法还能被遁术破解。再试下其他阵。看我的！根本打不过。要不子阳的这句之人，但谣言的事也没解决。住手！还好以师侄传信及时，2位师弟师妹莫要听信谣言。长庚乃我挚友。多谢2位。原来是误会，还请长庚道友给贫道一个赔罪的机会，咱顺便到镇里逛。长庚道友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是公明师兄的挚友，便是我的挚友。今日起，谁敢说你，便是与我作对。金光圣母难不成是赵大爷的铁粉？误会虽结，但还需到金鳌岛彻底澄清谣言。云霄仙子竟险些将我看透。长庚道友能想出劫西、九龙、应天庭，自然能看破谣言背后的算计。一切小心。如此聪慧之人，却仍在封神大劫时选择主动应劫，可敬可悲之处，皆在重情重义。唉，最近得加倍小心，以防西方教后手。谣言这么快就被澄清，看来借刀杀人的法子行不通，那就只能用最直接的手段了。海神外出皆用化身，想杀他，必须找到本体。此物可捕捉化身体内的神识，从而追踪到本体。
2天后便是海神册封大典，想要击杀海神，这2天是唯一的机会。你先想办法将他的化身引出，然后再用这锁神追魂碟。是。当我傻的，我若真杀死了海神，玄都大法师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且慢，姿势体大，我亲自为你护法。不好，金蝉还是不信我。愣着干什么？是，金蝉大人。怎么办？在他眼皮子底下，我根本没法统治海神。凶战出事了！南海海神，你再不现身，我就杀了他们！利用血池黑纹攻击，既能防止金蝉怀疑，又可向海神暗示我的身份。是文静，他叛变了。不，东海一战后，他刚给我传过情报，应该不会。先观察下，神子之人，出！灭魂杀阵。血池黑纹为何伤及无辜？不好，这蝴蝶能捕捉神识，并追踪到我的本体。纸人触发式自爆成血，启动。那海神化身不过是个天仙，你的血纹傀儡可是个金仙，如此轻易就让那海神化身自爆逃脱，文静，你很难不让我怀疑。请大人再给属下一次机会。海神，对不住了。文静刚才似乎有意放我一马，否则我的纸人化身绝不会如此轻易的自爆成功。难道……我明白了，怪不得文静行为有异，定是金蝉在旁威逼，试探文静，取我性命。好歹毒！追过来了。我安插在外的纸人全都被这蝴蝶找到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被他找到本体。锁神追魂蝶竟连续找错了18次，不过没关系，他已捕捉了海神大量的神识，接下来才是他真正展现威力的时候。不好！所有我神识存在的地方都会形成血界，一旦确认我的本体，蝴蝶将会被直接传送过来，而我只能用纸人不断的掩护本体。这蝴蝶变强了。利用血剑刚出现，但还没将蝴蝶传送过来的时间差，不断的扔出纸人，不断的自爆，屠盾，
怎么办？只要拖满2天就有希望，既保住文静这颗暗棋，又保住我的本体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总算结束了，没想到竟在金蝉手下保住了一命。海神为助我掩护身份，连扎了2天的化身，倒真有几分本事。3681个纸人，2天竟然自爆了3681个纸人，浪费呀！我花了多少个日夜才打造出来的？苍天啊！应对这次危机紧急预案太少，对抗蝴蝶的法宝不足，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复盘。他背后有天庭，我背后亦有灵山。灵山，他要去找尊提圣人，我必须马上通知海神。金蝉竟请动尊提出手推演我本体所在。太极图，不过谁背后还没个圣人呢？太清师兄在为他遮掩。前面就是海神册封大典的现场了，先受封成为海神，再做打算。他也来了。恭喜海神！恭喜海神！云霄师妹一向在3仙岛闭关，鲜少外出，连我都未见过几面呐。啊，我与公明前辈交好，仙子许是看在公明前辈的面子上。哎，这可跟我没关系啊！大妹她确实是被我劝过来的。各位师弟师妹，别来无恙。玄都师兄，师兄怎的也来了？海神是我人教子弟，我自是要过来的，也要多谢各位师弟师妹前来观礼。教主哥哥竟然能请来玄都大法师，真厉害！我目前只是个真仙，想要振兴龙族，往后还要向教主哥哥多学习才是。
海神听风。经过此次海神册封大典，我被正式封为天庭海神，主要统管四海斗、温、冰、火之事，从此享受天庭待遇。每年都会有固定的功德收入。敖乙自成了四海大将军，协助我收服四海。玉帝还赐下龙族16神位，分别由16位龙族真龙获得。是龙族的业障，他们从出生之日起就背负的龙族业障，被功德全部洗净。业障被清空了，我龙族有救了。从今日起，我长庚道人终于成为天庭海神了。一场声势浩大的海神册封大典，一来震慑龙族，为其指明上天之路；二来警示西方教，令他们不敢轻易出手。仙子冰雪聪明，对海神册封大典背后的风云涌斗了若指掌。但我始终不明，你为何如此忌惮西方教？你背靠人教，西方教便是一教双胜，也应不会为难你。未成圣者，在圣人面前，终究是蝼蚁，不可大意。你所言不无道理。唉，实在不忍云霄仙子殒命封神大劫之下，忍不住出言提醒，也不知是否真的能影响到仙子。20尊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南海海神已正式获封天庭正神，我们轻易动他不得。杀海神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目的只有一个，而手段可以有很多。您是说，龙族？我且问你，通过这场海神册封大典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天庭自龙族16神位。龙族挑选了16条出身高贵、毫无实际的真龙受封，此间颇有功劳的低等骄兵，反而未得封赏，无怪乎龙族叛党四起了。四海龙王为何没来观礼？海神册封大典，龙族高层一个都没来，这对龙族而言，是一步可进可退之棋。哦，进可促成龙族上天。退可延续其海中的霸主地位。以今日局势来看，想要让四海龙王都臣服于天庭，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表面上来看，龙族似有上天意愿，但实际上，龙族对天庭更像是一种观望态度。他们仍然是可以被争取的。很好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多谢20尊提点。我们安插在阐教的暗棋，可以发挥作用了。不愧是老师看重之人，
真是一点就透。明日你去天庭报道后，来一趟兜率宫，老师要见你。兜率宫，要去见太清圣人的化身太上老君。太好了，这可是抱上圣人大腿的最好时机。是。此次入凌霄宝殿听宣，感觉如何？玉帝陛下厚待龙族，已感激万分。海神，敖乙将军，请留步。陛下听闻老君传召海神，特命我送海神前往兜率宫。谢穆公，谢玉帝陛下。海神初入天庭，就得封4阶神位。陛下当真对海神轻言有加。4阶，天庭神位划分清晰，想来穆公出力不少。这都是陛下妙思。陛下将天庭神位分为6阶，第1阶为陛下与王母，第2阶为十全封疆大神仙，唯有1位例外。例外就是超1阶隐藏大佬。太清圣人住于天庭的化身，太上老君。第3阶为各部主神，星君、真君、月老也在其中。第4阶为各部正神、大将，海神神位便在此列。第5、6阶为辅神，负责辅佐前4阶正神。敖乙将军正是5阶。陛下看重海神与龙族，除封赏外，亦赐下诸多宝物，2位前途不可限量。前面是天庭为普及海神的撒豆成兵之法，特意培育的仙豆苗田，兜率宫就在仙豆苗田之后。仙豆苗成熟之后，就会结成仙豆，届时天兵天将皆可使用撒豆成兵之术，天庭必能战力大增。啊！我乃天涯阁少阁主卞庄，仙子可有道侣？他怎会在此？敖乙将军认得卞庄？贼眉鼠眼，一看就不是好人，我不认得。此人为何会在兜率宫前种豆？前不久，卞庄在南天门外苦求，言说未能配上心爱之人，定要入天庭建功立业。陛下感其心诚，将他招揽，命他在此担任种豆天将一职。此乃悬赏无缺，四海大神长庚及四海水军大将军敖乙。竟与乐儿仙子这般相像。将军可有妹妹名叫柯乐儿？卞庄思慕乐儿仙子已久，只求能与仙子喜结连理。若仙子真为将军之妹，还请大舅哥成全我与乐乐这段缘分。成全，就凭你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大舅哥，这是为何？息怒啊，大舅哥！兜率宫前，许久不曾这般热闹了。见过大法师。见过大法师。一位是四海水军大将军，一位是天庭种豆小天将，同为天庭效力，不宜结下仇怨。我先要你二人握手言和，你们可愿意？他
他把我耕地的木锄都弄断了。这是兜率宫中闲置的耙子，你若不嫌弃，就用这个打理豆田吧。哦，多谢大法师赏赐。卞庄运气着实不错，进入天庭为将，又得了兜率宫中的宝物。看这银耙生有9齿，等等，9齿，9齿钉耙？难道卞庄就是今后的天蓬元帅，西天取经的二师兄？这么个大英国留在兜率宫外种豆，啊，得小心应对。跟我来吧。老师已等了你半日。哇，紫金八卦炉，《西游记》里炼出孙大圣的火眼金睛，炉砖落下凡能燃起800里火焰山。从炉火到炉砖，皆威力无穷，堪称洪荒单修炼气士的梦中情炉。兜率宫中竟一草一木都内蕴无穷。这些仙人未来都会卷入封神大劫。太上老君给我看这个，是想告诉我什么？这么年轻，是画下图，还是太星圣人为显区别，特意用了这般化身？怎么愣住了？哦，弟子李长寿，拜见老君。坐。劫难将至，生机在天。根据我在蓝星的记忆，封神大劫是为给天庭选拔正神，太上老君要我相助天庭填补神位，避免大劫降下，以此保全道门。但我修为只在天仙境，如何能担此重任？今日传你丹道3篇。刚想着修为不够，太上老君就要传道。潜心悟道，勿要打扰。是，老师。一次性得受这么多丹道感悟，我怕是金仙劫也要提前。修为提升太快，道技不够夯实，现在渡劫无异送死，必须再燃道花。又来！得老师传道，境界大增，确需夯实道技，再考虑渡劫之事。但我行走洪荒多年，就没见过为了夯实道阶而自斩道花的。长寿行事也太过谨慎。108瓣道花透彻到近乎透明，难怪老师会格外关注长寿。
这家伙不只是谋略过人，本身也有跻身道门高手之列的潜质。道基已足够夯实。道基如此圆满，金仙劫定凶险万分，稍有不慎，就是生死斗消。你的金仙劫来了，我从老师那里求来2颗9转金丹，你且收好，随时服用。传说中逆转生死、斡旋造化的9转金丹，只要不是被瞬间劈成灰，服下就能满血复活。弟子事先已择了渡劫地点，此次想请大法师为弟子护法。9转金丹怕是不够，你先前往渡劫点等候，我去就来。我等得了，姐等不了啊！大法师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金仙劫又称长生劫，是生灵跳脱生死的必经之路，比成仙天劫更为凶险。劫运已在凝聚，大法师怎么还不来？斩刀花也没用，修为实在降不下来。长寿。原来这就是他真正的名字。长庚、长寿，不一个意思吗？这家伙也太怕死了。大法师，你怎么就暴露了我的真名啊？因云霄师妹的混元金斗能助你安稳渡劫，我才特去将师妹请来。此前几次与长庚道友交谈，云霄颇有感悟，心中对道友很是敬重。海神真是好大的面子，大姐一向不问外事，这次竟然……多谢云霄仙子。云霄仙子真是人美心善，9转金丹加混元金斗，内服外用双保险，渡劫成功率提升至98%。劫云这么快又来了，长庚道友，我和玄都师兄会在劫云外守着，若你察觉不对，可随时呼救。绝对不需要，就让我耍个帅吧。道祖看来是我渡成仙劫时各种意外，晃了天道太多次，触发人工服务，道祖来亲自确认了。竟然惊动了道祖，他又渡的劫得多厉害！渡。道门弟子李长寿精气苍天，弟子入道门修行至今，历经艰险，终得道境。天苍地明，我道长宁。今日成道于此，祈请苍天落下金仙之劫，降长生机缘。这是金仙劫排名第1的万灵天劫，再往上，唯有道祖亲自降下的紫霄劫了。竟修出了一个无极大圆满的道基，无极圆满，乃成圣之夫。这般道基引来的万灵天劫，自古就未显露过几次，更鲜有生灵能撑过去。长庚道友，今日只怕危险重重。所以这一次，得做好在金仙劫下抢人的准备。阐教那枚暗棋快要出关，
届时可为我们所用。小金蝉，想要把控龙族，光有暗棋可不够。上次在东海海眼，海神的撒豆成兵让你吃了大亏，你可想好应对之法了？看来你有妙计。传闻地底的血海有一至宝即将现世，若有此宝，必能破了那撒豆成兵之术。而将来在收服龙族一事上，我西坊教也会占据更多主动权。这些景象乃天雷化化，威力极强，不能应接。道门神通之血精惩法。紫炎符咒，护体金光符。还是暴露了。原来这才是你本来的模样。这人心眼那么多，怎么是个不到200岁的小娃娃？长庚身处大教之争，错一步，便是万劫不复。故此，玄都师兄放心，我等不会将他的真容泄露出去。他这是要跟天劫开战？纸人军团仙斗大军出动！49只龙凤全是金仙境的实力，以我的修为根本撑不过。只能五行轮转，天地乾坤，九霄穿云，瞬息雷动，雷遁。他对进了天雷，借天雷之力来击碎龙凤虚影，自古以来从未有生灵这般做过。从未有过，便不能吗？这小子的鬼主意，倒真是多。他怎么站着不动了？这是心结，乃心魔所化。若道心不坚定，便无法从中脱离，直到被天雷劈成灰烬。啊，师傅！孽徒，你果然隐瞒了修为。您都知道了。我带你入渡仙门，盼你成为人族之榜样，莫以弱小而欺，莫因豪强而惧。可你呢？弟子隐瞒修为，只是不愿沾因果。未曾害人。群妖攻山时，以你之能，本可救下诸多同门，但平心而论，你可有竭力去救？你事事计较，考量得失，见义而不行，有何资格成仙？为师今日便清理门户。他伤势太重。再不醒来，就真被劈成渣了。我去救人。再等等，天劫既是利益，也是机缘。
若出手干预，只怕会耽搁他的修行。不受死！行了行了，总之你没事就好。师父会气我，骂我，打我。但不会杀我，你不是他。因果循环，自有其道。世间之事，并非先知先觉为好。我度过惊仙劫了。天地与我相敬，万物与我共生，命数与我无数，大道与我共鸣。自此月出六道，人殊无此姓名。五行阴阳同生，炼神还须自在。怎么还有？他修行进阶太快，且渡劫时遁入天雷，违背天道。那劫雨为何还未散？谢天道责罚，还来！混元金斗，看！天道当真容不下他。待我推算一番。道祖，桃花斩9次了吗？这是来算账了！为了延缓金仙劫的到来，我用斩道花之法晃了天道9次。弟子是想稳妥点。9成8的把握在渡是吧？你咋不10成把握飞升大罗？惯得你了。都是太文惹的祸。玄都师兄，如何了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但有9转金丹在，天罚只能重伤他。这番渡劫，当真不易。陛下，天庭正神的慰劳举措已整理完毕。哦，对了，再添一条，若入天庭为正神，可免1道天罚；金仙劫时，亦可免1重天雷。刚9死1生渡劫成功，天庭就新增了正神渡劫福利，平白多挨了天罚和天雷。
3年悟丹道，12年飞升金仙，15年过去，还好我在小琼峰、海神教和天庭都留了指人，没人发现我失踪。云霄仙子，我已无碍。这12年，感谢仙子守关。你也曾助我兄妹，而今玄都师兄将你托付于我，我亦当尽心。我常以化身走动各处，有诸多隐情。金仙节之事，放心，我知您与西坊教不断交手，颇为不易。我已叮嘱2位妹妹，绝不外传。如此真心待人，我亏欠他的因果也越发多了。既然我能通过上天庭来跳出封神大劫，或许也能帮助他摆脱入劫的宿命。云霄是因义兄赵公明之死而入劫，若我能帮助赵公明躲过死劫，那他……你无事时也可来3仙岛小坐。玄都师兄对你之才智赞不绝口，我也想与你论道一二，不知是否会有启发。多谢降妖，倘若时机合适，我必会造访。二姐，他们在说什么？一会儿抓起来问问就知道了。啊！这怎么突然要灭口了？不知琼霄前辈、碧霄前辈有何指教？这是真言宝珠，宝珠为绿色，证明你说的是真话。若变为红色，小心我金角剪无情。你是男的？是。为何总以化身示人？怕死。胆子这么小，还敢接近我大姐？可是受玄都师兄指使。原来他们是怕自家姐姐太过单纯，被人算计。这方式可以狠3小。不是，你对我大姐可有非分之想？没有。你说谎了。晚辈还能如何回答？难不成要说对云霄前辈有非分之想？那你是承认对我大姐有非分之想了？啊！不要慌，年轻人。毕竟我大姐那么温婉，虽然有时候很唠叨，还总管我们，随便禁足就是几万年。她凶起来更可怕，喝醉了还爱跳舞，舞姿，不好说。啊！跪下！人呢？三霄仙子的性格果然很让人措手不及。如今我已修成金仙，且有了天庭神位，是时候启动上天庭方案第2步了——小琼峰流浪计划。帮小琼峰全员谋神职，流浪到天庭，最好是能把小琼峰也搬上去，挨着兜率宫，这样就能和太上老君做邻居，安全感简直爆棚。到时候一起躲过封神大劫。天庭招人的基本要求是突破到真仙境。以师妹和熊灵力的天赋，倒是不难达到，而师父要上天庭，就比较棘手。晚江与师伯之死，始终是师父的心结，也是他修为无法突破的原因。想要帮助师父提升到真仙境，就得先找到晚师伯。我曾在蒯斯的记忆中，看见晚师伯仍有魂魄留存于世。或可设法寻找他的残魂，了却因果。长寿，怎么师姐之事，连掌门都被惊动了？
我们人脉太少，要在偌大天地间找一丝残魂，只能请掌门出面。师傅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寻残魂，需去六道府。巫妖大战时期，生灵一批批惨死，无数孤魂在世间徘徊。巫族祖屋后土娘娘于心不忍，化作六道转生盘，镇压在洪荒大地深处，率巫族高手建立六道府，掌管众生魂魄。这要怎么去六道府找到师姐的残魂？那些战士都是巫，小心，他们杀过来了！快撤！巫在和谁打仗？毒箭又是谁放的？此战涉及地底的两大种族，是两族之争。一是从盘古圣人尸身中诞生的巫族，具有盘古肉身之力，其壮猛远超常人。壮猛，倒是和熊寨的风格有些像。一是由盘古圣人巫血所造化的修罗族，深藏剧毒。刚才那些带有血煞之毒的剑士，便是他们的手笔。这两族为争夺地底霸权，已然打了数万年。六道府由巫族执掌，要入府寻晚师伯残魂，就绝不可得罪巫族，更不可卷入两族战事。大家隐藏好气息，紧跟在掌门身后。这里就是巫族的六道府吗？怎么一个守兵都没有？都出去打仗了？此巫非同寻常，是参与过3次巫妖大战的远古战士巫牛。搁这儿撒野，本帅削死你！地底有座六道府，铁面判官辨中间，乌牛乌马站身边。大名鼎鼎的勾魂元帅乌牛，就是眼前这个口音很重的家伙。乌牛元帅，贫道乃渡仙门掌门，今日前来并非寻衅，而是想请六道府助我们寻找一缕残魂。还请元帅看在道门圣人老爷的面子上，行个方便。用圣人压我！这里是六道府，后土娘娘庇护之地。本帅不吃这套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修罗族打算假扮的？不准欺负我师父！奇怪，他身上怎么有巫的气息？巫牛这是有意为难我们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！掌门怒气值飙升，
要是和六道府闹翻，再想找婉世伯残魂就难了。掌门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请容弟子一试。单枪匹马跑来，你很狂啊！横寿，横寿！出现了，师兄的地鼠战术。晚辈长寿，见过乌牛元帅。你小子玩我呢！天道法器，这不是天庭才有的吗？元帅，可听说过天庭海神？就是那个给东海找来天兵的海神。没错，他是我朋友，此物便是他赠予我的。他说玉帝陛下正有意帮扶巫族，若让他为六道府美言几句，或可请100万天兵助六道府抗衡修罗族。长寿，你可是六道府的贵客，把这儿当自己家。倒也不必。长寿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毕竟他可是玄都大法师的私生，是为可造之材的先苗。好重的阴气，连风都像带着哭声和惨叫。阴气似乎都来自这些井。这便是我六道府的回魂井，每口井都连接着五波州各地，也是本帅捉拿魂魄的通道。但凡还有一丝魂魄，这里都能找到。世界王于北居5州，我们需要找到对应那片区域的井。婉世伯的残魂在那儿。六道镇上，勾魂拘魄。虽是残魂，但若用蕴养魂魄的丹药炼化，还能补全，聚集魂魄就可托乌牛元帅送他转生。只是这丹药极难炼制，弟子为渡劫筹备了不少丹药，或可一用。好家伙，这么多宝药，难道都是大法师传给他的家底？千毒百金炉，起！正好可以用上太清圣人传授的丹道，6不忘入，3不忘出，先着进去，真气徜徉。900年，师姐，我来晚了。师弟，是我不争气，这些年只修成浊仙，苍老成这样，给师
师姐丢人了。谁说你老了？师弟分明是长大了。师姐，我好像总是差一步，距离门内前10差一步，距离成仙差一步。明明只差一步，但好像永远都追不上。急什么？修道本就应顺其自然，切不可执迷。况且，师姐我会帮你的。奈桥转生路，一去不回头，再见亦陌路。他因你而死，过桥也相隔今生来世，你追不上，永远都追不上。师姐，当年快死要杀的是我，该死的明明是我，该过奈桥的也是我。我与你一起。缘起自有缘灭时，此生既过，不必执着。可来生我亦会修仙求道，到那时，师弟该是真仙了吧？漫漫仙途，你我终有重逢之日。喝下忘忧汤，忘却红尘万丈。我定会活到与师姐重逢的那时。师父和婉师伯这一生太苦了，情之一字，牵扯出多少因果。所幸师父总算解开心结，只要突破至真仙，就能进入天庭，避开大劫。届时师父与婉师伯，总有再续前缘的机会。太清圣人传消息来了。那颗珠子又是什么？有人要向海神下手。海神，我家老爷要见你，速速让本体现身。你家老爷是何方神圣？我家老爷，12金仙称师长，道法乾坤大神通，圆觉洞内燃道火，灵鹫山中有明灯。燃灯道人，阐教的副教主，《封神演义》里将玲珑宝塔传给李靖的大能。他与阐教圣人元始天尊亦师亦友，即便是玄都大法师，也要尊称他一声大爷。太清圣人算到我将遇险，难道就是因为他？小神没空，请便不送。不知燃灯寻我所为何事，得找人打听一下。黄龙真人是阐教12金仙之一，他应当知道些消息。副教主受西坊教一位圣人弟子所请，要做担保之人，带你去商谈龙族事宜。他替西坊教担保？此前西坊教派文道人挑拨道门三教内斗，引发三教震怒。我人教的玄都大法师一状告到三圣面前，逼西坊教与文道人划清界限。截教的公民前辈差点冲上灵山寻仇，好在有云霄仙子出面阻拦。阐教的副教主怎么……我也觉得奇怪，大家都对西坊教不满，
不知副教主怎么想的，竟和西坊教圣人弟子交起了朋友。冉登在封神大劫后，带着几位阐教金仙叛出道门，摇身一变成为西坊教的冉登古神。他身上恐怕藏着很多秘密，与他交好的圣人弟子，莫非是金蝉？不瞒黄龙前辈，因东海之事，西坊教金蝉已经记恨于我，还曾派锁神蝶追查我的根脚。如今冉登副教主又让我本体现身，他莫不是想替金蝉害你性命？我去找他理论。黄龙前辈别急，稍后冉登副教主应当会亲自来寻我，还需麻烦前辈躲在暗处，用声影球将我与他的会面尽数记下来。嗯。冰冷刺骨的灯光，将我留在纸人体内的神识也冻住。这就是冉登的本命法宝灵鹫灯吗？好一个棺材灯！糟糕，我的神识被吸走了。由阐教副教主出手，海神，你我终将再会。海神神识被灵鹫灯吸走，声影球就没法记录他和副教主的谈话内容了，不会出事吧？你赶跑了我的童子，我就只好用灵鹫灯将你带来了。我们且聊聊，若聊得不痛快，反正灵鹫灯已收，你随时走便是。我现在走了，反而落下个不尊长辈的名声，先与他周旋一二。原来您真是冉登副教主，晚辈看着童子面露奸诈，还以为是什么歹人。怎么也无法将他与品格清高的阐教副教主联系到一起啊！我好心邀请你，是你怎么？是我天庭不成你阐教的情，还是我挑起天庭与阐教的纷争？前辈，你这童子话没说几句，就给我扣了个挑拨的帽子。你那童子一向嚣张跋扈，是该有人制止他。哼。你想与海神聊聊龙族之事，我便答应替你做担保。好不容易把他邀来，你便翻脸不认人了。这两人，龙族尚未加入天庭，要聊龙族之事，你找错人了。若龙族有难，道友也打算袖手旁观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滴血！是修罗族。他们不是一直待在地底的血海里吗？怎会突然进攻我龙族？教主哥哥提前安排的仙斗鞭，竟都被腐蚀了。修罗族此时进攻东海龙宫，必是金蝉的手笔。神字指人，奏请玉帝出兵。是八臂修罗。传闻修罗族修为高低与臂膀数量有关，臂膀越多，则修为越高，最多可修炼至8臂。这名8臂修罗，少说也已达到了金仙境巅峰。金仙境巅峰，我目前只有真仙境，龙族大半高手又都在守护万龙阵，我难以抽调人手。攻过来了！
修罗好厉害，和他一个人打，像是同时在和8个人打一样。护持大阵！紫炎符阵，3元玄火剑阵。不愧是天庭，一出手就逆转了局势。多谢冉登副教主盛情款待，晚辈先告辞了。战场胜负未分，你怎知我们没有商谈的余地？第4绝即护持大阵，冲！好险！好厉害的毒物！那柱子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不好！这毒物竟能腐蚀元神，至人体内虽只有我的神识，但神识毕竟是元神的一部分，神识被腐蚀，元神易遭到波及，轻则断了修炼之路，重则有性命之忧。海神道友，你没事吧？可能是有点上火吧。唉，龙族危机未解，难怪海神小友会有此症，这是忧思过重啊。我有办法。如今龙族有4海龙宫，我们取西、南，道友取东、北。道友若答应，龙族之危可解，道友的上火之症自然也就痊愈了。如何？不就是上火吗？随便止点血就行了，没那么严重。你看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哦，是了，你人脉极广，尤其与那阐教的黄龙真人关系匪浅。若求助于他，这怎么能行？海神小友若请阐教之人前去相助龙族，岂非借道门之手成就他的升职之路？我冉登第一个不答应。这就是京禅请来冉登的真正目的，他们早就串通好了，来我这儿唱红白脸。先是利用修罗族在正面战场的优势向我施压，再配合冉登逼我和谈。京禅此招实在阴毒，怎么办？东海的护持大阵只能拖延一时，修罗族迟早会攻过来。到时有冉登在，我根本无法请动3教好友出手。我自身又元神有损，若不设法修补，连性命都保不住，还谈什么龙族上天？今日当真是死局吗？这点小事怎么可能麻烦3教好友？说不定喝点绿茶，吃点白莲就好了。不，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金蝉此去的核心是那颗宝珠。对了，宝珠既然是修罗族带来的，那和修罗族打了几万年交道的6道府，对此是不是会有了解？天字指缘，出！我可以给道友一点时间考虑，道友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什么？千万不要吃葱姜蒜！他已油尽灯枯，看他能装疯卖傻到何时？放心吧，程少，既是海神的忙，那我们一定帮。这是我马哥，嘿嘿，勾魂元帅乌马。上
乃修罗族瑰宝，名唤血煞宝珠。它上一次出现，还是在数万年前巫族与修罗族的那场战斗中。那一战，巫族后土娘娘与修罗族先祖打得轰天动地，后修罗族先祖败退，修罗族也近乎被全灭。最后，他们发动了血煞宝珠，才挽回颓势。修罗族因此苟活至今，血煞宝珠也在那场大战中受损。没想到，如今却忽然现世了。他们这是下了大手笔。何出此言？听闻此珠需修罗族以其全族之力，提炼体内盘古巫血炼成。盘古巫血与血煞之毒的融合，制成了当世顶级的毒珠。若染上此珠之毒，可有对策？没有。那你们还说那么久？长寿啊，血煞宝珠毕竟是提炼盘古巫血所凝成的，除非能够请动道祖出手，发动天罚。可当世又有几人能见到道祖呢？天罚，天罚，天罚是我想找就能找来的吗？渡劫的时候遭了那么多天罚，这会儿怎么就不来了？或者把天罚引过来。古籍记载，倘若炼出逆天法宝，天道便会降下天罚将其毁掉。逆天法宝，我如今是金仙境，倘若我将原版的剪纸成人术魔改一番，研制出与我本身相同级别的金仙境纸人，算不算逆天？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我的酒啊！哦，再来。这是地脉内灵气冲撞所产生的灵棒。认吧，长寿，你究竟在修习何种神通？再闹下去，我也难以为你遮掩了。成功了！天罚果然来了，去吧。不应该毁掉纸人吗？怎么一直在劈我？不妙！再这么被天罚劈下去，我的本体根本承受不住啊！纸人毁了可以再炼，命没了是真的没了。洪荒生存游戏根本没办法重来啊！
天罚，怎会突然出现在东海？既然这样，就只能由我的本体把天罚引来了。所有人听令，进攻修罗族！道祖让我代替纸人挨天罚，意味着从此以后，道祖认可了我的金仙境纸人，这波不亏。多谢二位款待，我的上火之症已经缓解，告辞。中计了，竟能设法引动天罚，毁去血煞宝珠，海神真是个可怕的对手。那是，我来啦！所有人听令，进攻修罗族！撤！天罚成功击毁血煞宝珠，我的本体也该回去了，剩下的就交给神字之人吧。游龙探云步。别让他跑了！想抓我？做梦！金乌混天将军华傲天，奉玉帝之命，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多谢华将军。嚯，咱们的玉帝陛下气瘾又犯了。血煞宝珠已碎，修罗族又被天庭伏兵清剿。金蝉，你今日设局，想胁迫海神分龙而食，结果却是满盘皆输。我与海神的博弈还没结束，你现在下结论，为时尚早。多谢海神与华将军相助东海龙宫击退修罗族，东海必不忘天庭恩义。龙王客气，这些修罗族我就带回天庭，交由玉帝陛下定罪。距离功德金身更进一步，稳稳的安全感。上次派深海妖族偷袭海野，这次派修罗族进攻龙宫。诚如长庚你此前所言，西坊教若不能与天庭分龙而食，便不惜将龙族覆灭。龙族屡遭危难，幸有天庭庇护，东海龙宫之危告一段落。接下来天庭只需秉公处理这批修罗族战犯，应当不会再有变故。盘古陨落，左眼化为太阳星，金乌从中化身，而后巫妖大战，妖族百族汇聚不周山顶，组建上古妖庭。金乌一族被奉为百族之首，可大战后妖庭破碎，金乌族销声匿迹，怎会今日突然出现？我与金乌族从无交集。何人
人在此装神弄鬼。前途深海妖族，后脚修罗族。海神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凌驾于我妖庭百族之上？陆压，妖庭陨落后，那个不知所踪的妖庭太子，他竟然还活着。妖庭太子陆压，封神大劫中以钉头七剑书诛杀赵公明的陆压道人，他原身竟是三族金乌。是你！红葫芦，白毫光，光中显露眼眸。这是斩仙飞刀。不好，原神法力皆被白光封住了。陆压现身时想置我于死地，现在却转头攻击化昊天。景宝贝转身，他认出了化昊天是玉帝化身。斩仙飞刀能直接斩杀元神，而洪荒普遍的化身之法，皆需在化身上寄托一缕元神。若化昊天被斩，玉帝元神受损，我的罪过就大了。因果循环，自有其道。风，我好像忘记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事。你敢掌握天庭海神？当务之急是对付陆压。天庭乃道祖所立，道友这般敌对天庭，莫非是要与道祖过不去？将死之人，废话太多。传说中，妖庭金乌10太子均为准圣，只差一线契机，便能成就圣人。我才成金仙，化昊天也未到大罗，实力太过悬殊，不能正面硬抗。冰水溯源，六合困阵。三族金乌属火，我这海神正好与之属性相克。以为这就能困住我？太阳真言，金乌一族的本源神通，连大罗金仙的元神都能烧毁。景宝贝转身。走了。世间兴衰，各行其路。陆压，勿要强逆天命。道祖红军竟然亲自出手，幸有道祖相护，否则今日之事难以善终。
虽说道祖维护玉帝，却也并未计较陆压谋害玉帝化身的罪责，就放了陆压离开，总觉得这背后另有深意。你不能小看紫霄神雷警告，天地间若大战再起，必将生灵涂炭。天庭今后当慎重行事。是。陛下，道祖要天庭今后慎重，这话是何意？当初龙凤麒麟震碎洪荒，道祖为护住洪荒天地，补全天道，将自身与天道融合，从此代表天道意志，监管众生，最为公允。道祖此言，只为提点天庭行事，并无他意。道祖是否也因以身合天道，才未能与同时代的盘古一般，成就混元大道之境？盘古自混沌中开天辟地，天道由此而生。道祖虽失了与盘古比肩修为境界的契机，但代表天道，又为当今六圣之师，自是非凡。六圣皆为道祖弟子，却不尽相同。西方二圣为难天庭，幸而天庭背后有六圣中实力最强的太清圣人庇护。这是何物？此乃思维导图，小神思索事物时，便靠此物整理思绪。爱卿总有这些巧思。六圣中，人教太清圣人派出化身太上老君驻于兜率宫，为支持天庭之意。阐教圣人元始天尊，截教圣人通天教主，虽与太清圣人同为道门三圣，却对天庭不甚亲近。西方二圣已在收龙之事上，处处与天庭作对。圣母女娲常年闭门圣母宫，立场不明。而阐教副教主冉登，显然是助西方教敌对天庭之人。此次配合金蝉进攻东海龙宫的修罗族，也必然听命于西方教。长庚爱卿，你认为修罗族为什么会听命于西方教？小神也不知。目前六道府与修罗族战事吃紧，西方教如果没有在此战中相助修罗族，那必定是从其他方面入了手。你此番让修罗族损失惨重，合作怕是要破裂了吧？我手上还有能让修罗族继续听命于我的宝物，不劳冉登副教主费心。况且我以为，比起修罗族，你会更关心突然现身的陆压。陆压乃妖庭太子，与道门无冤无仇，我何须烦恼？倒是天庭，本就根基不稳，如今陆压公然敌对，咱们这位玉帝陛下可如何是好啊？既然天庭形同虚设，那不如……西方教仅是拉拢了深海妖族与修罗族，就已重创龙族。若西方教能拉拢妖庭太子陆压，更可借陆压之手号令妖庭百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果然，我一现身，西方教就迫不及待找我联手。妖族气运微薄如那西山日暮，妖庭太子，你定然心有不甘吧？日有暮去朝来时，天命所归何处，尚未可知。西方教愿助太子，耀日换乾坤，重铸妖庭，入主洪荒。昊天，有这么多人想要你的命，你这玉帝之位也做不长久。我们走着瞧。
陆压存活一日，妖庭余孽王无天庭之心一日不死，必将掀起无端战火。大能之战，动辄翻天覆地，若战事爆发，小琼峰必受牵连。而今道祖勒令天庭谨慎行事，不可再起争端。杀陆压之重任，唯有交托长庚案情，务必秘密诛灭叛贼，复安社稷。特书此诏父亲，月后即焚。月后即焚？诏书都不留下啊！万一我杀陆压不成，反被他杀了，天庭只怕都不会承认我是奉诏行事。一个江仙去杀准圣，李长寿，你可以改名李妖寿了。冷静，不慌，要除掉陆压，得先对付他的法宝——斩仙飞刀。斩仙飞刀是物理攻击技能，但钉头七剑书却是诅咒技能，隔空便能将赵公明那样的准圣咒死。若想解决他，只有找到他的克星——落宝铜钱。此宝本是人皇大禹确立俗世买卖之事时打造的钱币，后因天道降下大量功德，使他有了大威能，可落除先天至宝和兵器以外一切的宝物。要寻得此宝，去拜访人皇大禹。前方便是火云洞，历代人皇隐居修炼之处。居然设置了进洞密码，还得破解藏在里面的卦象。上隐下潜，是火在天上之卦。人皇用此卦做密码，似乎暗藏玄机。晚辈长庚，现为天庭海神，特来拜会本族先皇。海神既是东周人族，为何以纸人行事？是不信人族，还是不信你身后的天庭？太清圣人为我遮掩根脚，还能被他看穿我来自东周？这人是谁？晚辈实力低微，不敢以真身行走洪荒。你是海神，我这却是湖泽之地，你我并非同路人。他是觉得我被天庭用官职收买，变成出卖人族的奸贼，不配为人。江河聚雨露，百川终归海。做海神，才能更好地为天下百姓服务。我问你3个问题，若答错或撒谎，我亲自去东周取你性命。澎湃的杀意锁定了我。第1个问题，你乃天庭重臣，若天庭对人族降下灾祸，你当如何？怎么回事？我没有法力了。妖皇陛下，让老天爷听一听雨吧。9年大雨，粮食颗粒无收，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妖皇？难道我回到了妖庭执掌天地的时候？老伯，小心！小伙子，
别浪费力气。人是跑不过洪水，跑不过天的。附近没有修筑河堤吗？9年来，河堤塌了又建，建了又塌，都是天意呀。这些人怎么不逃？在挖什么？是了，决山泄洪，排水入海。老伯，人无法决定天灾，但能以人力度灾祸。你看，他们都在和天搏命。胜天，是我们胜了。率领人族开山治水13年，敢问前辈，可是大禹陛下？我已非人皇，不过山中所立翁。幻境解除，妖庭借天道之力施伐人族，你认为人该不该与天争？当争。既如此，你何敢弃人而归天？因时制宜，争议有道。何意？妖庭暴虐，人族要争生路，必得举兵伐之。但当今天庭大兴人族，人族要争的是长久，天人合一才是长久之道。天人合一？哼！天道无常，合一合起来。这第一个考验，我好像是通过了。第二个问题，假如你与你夫人有了分歧，是该隐忍让步，还是就此断情？夫人，话题跳得这么快吗？啊！人皇大禹的夫人涂山皇后，也是涂山狐族的首领。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人族与狐族，或者与百族的关系处理。师兄，咱们被青丘狐族包围了。我青丘仙祖乃圣母宫上仙，外戚涂山氏是人皇大禹的皇后，你们竟敢私自囚禁我族功德狐女，速速将她交出来，否则我们便请圣母女娲、涂山皇后来主持公道。功德狐女是那狐妖小兰，当初我假扮成师傅，与九巫师叔打杀了一伙食人精气的妖怪。小兰就是他们的大姐，因她身怀祖传功德，不可斩杀，至今仍镇压在门内。这才是第二问的真正考验。若我加剧人族与狐族的矛盾，只怕要引来圣母娘娘、涂山皇后、人皇大禹的3重围杀。师妹看好师傅，切勿走出隔绝阵。收到。臭老头，你害我妹妹们的时候多威风呀！不出口恶气，
我可不会离开渡仙门。季掌门，你看着办了。你威胁我们？奴家可不敢，但青丘狐族敢不敢，那就不一定了。道友心中恶气来自何处？你未约束姊妹作恶，导致他们业障缠身，此事你可认？我是有错，但杀了他们的人是……你姊妹都已洗清业障转生，来世重回正途修行，可算善果。倒也有理。不对，你们还关了我这么多年。闭关思过乃是修行常事，你真正怨恨的是深夜漫漫，你独处其中，没了身旁小妖阿谀奉承，没了世俗繁华之景。道友，可是如此？所以我恨的不是你们，是寂寞。我真的寂寞吗？师兄，我一点也不寂寞。去抄《稳字经》3000遍。和平调解完人狐矛盾，第2个问题也算有了答案。凡事以和为贵，一族不稳，族族不稳。是谈判促和，还是妥协求和？你自当清楚。不妙，这次打得悬了。第3个问题，倘若大劫将至，人族当如何求生？大禹前辈何来此问？你上天庭的真正目的，不就是为了躲避大劫吗？你能避劫，天下凡人却不能。你可知大劫到来，人族会如何？自古以来，每次大劫都会毁灭当代最为兴盛的族群。龙凤麒麟大劫，远古3大族几近灭绝；巫妖大劫，巫妖2族一蹶不振。而今人族大兴，若大劫来临，仙人尚且九死一生，那些手无寸铁的凡人，天下人陷于水火，唯你独善其身。长庚，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不，我想活命，也想更多人能活下去。可我还是太弱了，借力谋划100年，也才刚刚触及天庭的门槛。在圣人，在天道面前，我始终都是蝼蚁。兄长们曾说，人字一撇一捺，撇是羸弱之躯，捺是铮铮傲骨。天不与光，岁人兄钻木取火，妖绝人路，伏羲兄自古虔诚。瘟疫祸乱，神农兄尝百草著医书，武纵强敌，轩辕兄举剑伐之。吾等便是人族之薪火，薪火不息，人族不灭。星火以火燎原。若拿到落宝铜钱，除掉路亚，他与封神大劫关联的情节必然会改变。有了变数，就有了生机。晚辈现下正追杀一个足以影响大劫的人，一旦事成，大劫来临时，人族或可出现求生之机。只是要杀此人，晚辈还需寻到一件法宝。这一问，你回答得很好。伏羲兄早已算到你前来之事，你所求法宝尚未出世，他为你卜了一卦，将卦象留在洞口，
你可凭此卦寻觅法宝降世之处。人皇伏羲，据说他知天术、明占卜，还是圣母女娲兄长的转生人身。他竟然早就算到我在找落宝铜钱。洞口的卦象，难道就是上离下乾？是我在天上之卦，我势破天，正如落宝铜钱破大劫。大禹前辈的3问，除了判断我这个海神对于人族的立场，更想指引我看清落宝铜钱对于人族的意义。长庚，你在天庭亦是前路艰难，里面是我从前的治水之物，许能助你治理四海。切记，你是人族，亦是星魂。晚辈铭记于心，多谢大禹前辈。西坊教利用妖庭百足多次，我凭何信你？一个法宝，一段机缘。二师尊推演出太子的未来，将因一个法宝而产生变数。如今此宝将到出世之时。根据人皇伏羲的卦象可知，落宝铜钱的大概方位在北周，但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它，还得借助另一个人——截教大师兄多宝道人。感知宝物是他的天赋，搜集宝物是他的爱好，哪里有宝寻哪里，堪称洪荒专业寻宝户。只要我暗中放出北周有重宝即将现世的消息，他定会忍不住去寻。身体无法穿过，神识也被隔绝在外，看来此地另有乾坤。对了，多宝文体乃天地间第一只寻宝鼠。打洞，这是什么神通？竟能越过隔绝大阵？那我不也能借道溜进去？行走在这土洞之中，仿若自己已超出天地间，不存于五行中。隔绝大阵如同虚设，这就是截教大师兄真正的实力吗？这世间除圣人之宝外，我倒不知有何法宝能影响到我的命数。此物取自我教镇教之宝12品功德金莲，可望因果，电吉凶。太子不妨一观。这是顶头七剑书。顶头七剑书集众位妖庭高手之力，耗费1000万年，方于近日炼成。哪怕圣人也未必知晓此书，竟然……的那一幕，莫非真是我未来的变数？此宝将在何处现世？你们调查的挺清楚。磁铁城，妖庭百族中磁铁妖族的据点。落宝铜钱在妖庭的地盘。城主，尔等注意巡查。好险，磁铁城主的修为已到金仙境巅峰，而且警惕性极高。接下来必须小心行事。
啊！好大一座锻造厂！快锻造！莫要误了殿下的复兴大计。殿下是陆压，如此大规模的锻造兵器，明显是要整治妖兵，为反攻天庭做准备。陆压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天庭，他出手刺杀玉帝化身，就是一种明确的恐吓和示威。难怪玉帝会下密令要除掉他。金莲有凶煞之气，预示此宝即将被取走，而太子的未来必将因此发生变动。那我便提前绝了这个可能，抢先拿到此宝。妖庭的底蕴当真丰厚。减脂成人，同属道门，你为何要跟踪贫道？原来前辈早发现了，晚辈就是想跟着您寻些宝贝。你也是来寻那件重宝的吧？放弃吧，贫道肯定会比你先找到。这速度，不愧是专业寻宝货。找到了！海神，原来是你小子！靠着海神积攒的人情，看看能不能和平解决珍宝问题。实不相瞒，晚辈承人皇指点，得知此宝与我人族颇有渊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老弟。寻宝这事儿，贫道只讲先来后到。寻宝时绝不能闹出一点动静，这才叫专业，懂吗？懂，前辈。对不住了。来人呐！有人盗宝啊！
天庭海神，倒是辛苦你费尽心力寻得重宝，如此，我也省了不少麻烦。莫非，这就是改变我未来因果的法宝？前辈，看在一同盗宝的情分上，咱杀了海神，夺回宝物。竟敢盗我磁铁长枪吧，找死！海神，此阵是这位妖庭太子所设，至少也得大罗金仙方能破开。金仙即止，出！不过贫道所辟之洞，却可游走于天地之外，避开隔绝大阵。交出法宝，我可以让你死得不那么痛苦。看在同属道门的份上，贫道可以帮你，但法宝得归贫道。大罗，前辈要不要打个赌，赌晚辈能不能破阵？你最多不过金仙境巅峰的修为，别说破阵，能不能活下来还另说。前辈不敢赌啊？哟，还有余力激我？行，贫道跟你赌。若你真能破阵，贫道不仅不要法宝，还助你离开北周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鲁押，你重组妖庭余党，意图行逆天之举，怎么这么怕被传出去吗？妖庭太子的实力也不过如此，自寻死路。斩仙飞刀，不好，是宝物。想借力打力，那也得看你能否活下来。假的！追！慢着，本体还在城内。寻宝锁没了，兵器法宝全没了。你什么时候换的法宝？群妖涌进宝库时，晚辈趁乱藏起了钱币和纸人，然后故意用假钱币制造混乱，将妖怪的注意力从宝库转移。嘿，好小子，果然够贼！前辈厉害，一下就看穿了晚辈的算计。别恭维了，虽说贫道对妖庭没什么好感，但你直接摸空人家宝库，着实可恨。这些法宝原是送给前辈报答救命之恩，既然您不喜欢，晚辈就还回去了。啊，哎，难得出来一趟，岂能空手而归呀？来来来，给贫道看看这些宝物。
盗取磁铁城中的兵器，虽能在一定程度降低妖庭对天庭的威胁，但陆压蛰伏多年，定然收拢了不少妖庭势力。磁铁城对他而言，或许只是冰山一角。好在落宝铜钱已经到手，接下来必须尽快除掉陆压。即便错失了宝物，西方教还想与我合作？若能复兴妖庭，太子的因果自可扶正。但这一切的前提，是让天道认为妖庭比天庭更有实力掌控洪荒，而我西方教则会助太子收四海、统六道、育人族，让洪荒天地改头换面。西方教行此谋天之举，所图为何？我教有一大兴之计，名为西游，而道门是这个计划最大的阻碍。今日事关龙族存亡，还请教主哥哥相助。长庚爱卿，你有何对策？仓促之下，我只准备了98个应敌方案。你小子还真是狡诈啊！是稳健，稳健。长庚道友，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有危险，快！符昊天既为玉帝，愿为苍生故。禀陛下，小神日前追踪妖庭余孽陆压的下落，意外在磁铁城发现了妖族据点。原来陆压这些年来为复辟妖庭，一直在暗中打造兵器，整治妖兵。该据点戒备森严，在截教多宝道人相助下，小神已将据点内兵器全部没收，详细清单已列在奏折中，请陛下过目。陆压储备良久，此番磁铁城失利，必定不会甘心。长庚爱卿，往后行事还需谨慎。是。我教有一大兴之计，名为西游。就在不久前，二位师尊算到西海龙宫内有一机缘。西海三太子乃是西游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，这便是你们屡次向龙族下手的真正原因。是，也不是。目下龙族有意加入天庭，这于我教而言相当不利。想来这也并不是太子您愿意看到的。太子不妨考虑与我教合作。你们西方教当真思虑周全，连龙族之事也替我想好了。那我麾下的妖族，你们是不是也要管上一管？太子多虑，我教定不会干涉妖庭内务。金蝉，上一次想开东海海眼的人是你吧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，您若与我教合作，龙族之事自可协商。龙族之事轮不到你们西方教插手，我很快就会去找龙族接洽。想合作就拿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出来。金蝉去见了陆压。是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后继续盯住金蝉。这是重瞳三头蜘蛛丝，可以辅助你监视他的行踪。多谢海神大人。我说这陆压怎么早不出现晚不出现，偏偏在我取落宝铜钱的时候出现，看来多数和金蝉有关。他们很可能已经达成合作，要杀陆压就得先找到他。但他向来行踪诡秘，没人能找到他，所以关键在于陆压接下来到底要做什么。他们达成合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又是什么？太子殿下高明，通过宣示龙族主权施压西方教，这在我们后续与西方教的合作中将会占据更多优势。我妖庭与西方教拥有共同的敌人，合作是必然的，但那并不意味着
我们就要听人摆布。不过金蝉倒是提醒了我，龙族的确是重中之重，即便不能为我所有，也万不能被天庭拿去。长老，以我之名，秘密约见四海龙王。是龙族。西方教此前曾多次阻挠龙族上天，显然这对他们而言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。而龙族作为曾经的妖庭客卿，路亚现身后，也极有可能第一时间拉拢他们。更重要的是，因西方教此前与龙族交恶，他们若有心与龙族走近，刚好可借路亚之手。教主哥哥，你来的不巧。几个时辰前，父王和其他三海的叔叔们刚离开，他们去了哪里？不清楚。他们这次外出很隐秘，好像是接到了什么传信才过去的。晚了一步，四海龙王极有可能已收到路亚传信，并前往赴会。可是赴会地点在哪儿？在这偌大的洪荒天地，我又该去哪里找他们？若诸位叔伯愿助我妖庭，来日妖庭复辟，我便设法令龙族无需世代以性命填海眼，如何？这蛟离产自我妖庭，还望叔伯们莫忘我妖庭昔年之恩。大哥，路亚太子给出的条件非常诱人，真要跟他合作，但风险也很大。万一复辟妖庭失败，天庭恐怕还要追责我龙族。韦丞相，将路亚与我龙族会晤的消息散播出去，越快越好。大哥的意思是，目下正是龙族上天的关键时刻。妖庭路亚已经给出了他的价码，我倒要看看天庭玉帝又会开出什么条件。好一个路亚，好一个龙族！路亚要拉拢他，龙族就去了。吾降下16神位。海神册封大典，这些龙王一个都不来，转头就去和路亚勾结，他们到底将我天庭放在何处？陛下息怒，此前小神收到线人消息，路亚与西方教金蝉会晤，二者很可能已达成合作。此次接洽，应是他们二人制定的计划。此事你事先知道，为何不告诉吾？完了完了，李妖兽，你被玉帝怀疑了。小神事先并不知情，只是根据线人来报，私下揣测，因没有实证，便决定先搜查证据，再向您汇报。陛下，如今龙族与路亚接洽的消息满天飞。必定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。不错，倘若是龙族所为，其目的必是借机抬高身价，向天庭攫取更多利益；若是路亚，则是借此施压龙族。妖庭既然赠龙族蛟离，我天庭是否也需表明态度？不错，长庚爱卿，传吾旨意。天庭瑶池即将举办蟠桃宴，邀四海龙王出席。这场蟠桃宴就交给长庚爱卿，你来主持。小神领命。若龙族心甘情愿归顺天庭，吾便不举斩龙之剑；若他们还有一心不识天命，吾会亲去紫霄宫中
求道祖降下天罚，拿龙族试问。原来这就是陛下举办蟠桃宴的真正目的。父王真糊涂，怎么能和陆压见面呢？教主哥哥，陛下定会猜疑龙族与妖庭勾结，有逆天谋位之嫌。而今龙族已是在悬崖之上，一步走错，蟠桃宴上怕是会粉身碎骨。还请教主哥哥救我龙族。我有一计，乃是攻心，施以强压，围海惊龙。海神，这就是陛下钦点的天河水军副统领卞庄，往后他便由你差遣。末将卞庄，愿为海神效追仙子，不是，愿为海神效犬马之劳。这个卞庄怎么看起来不是很正常？无妨，请卞统领率10万天河水军前往四海操练，扬天庭之威。天庭先是下旨召开蟠桃宴，又令天河水军在龙族外操练。好一手恩威并施！我故意透出龙族与陆压会晤是交离之事，天庭便立时要召开蟠桃宴，接下来就该加码了。龟丞相，将第2重消息放出去。是。长庚爱卿，你有何对策？小神斗胆，此乃人皇大禹赠予的治水图，其上标注着南赡部洲各路江河湖泽。不若将南赡部洲的江河湖泽之神位委以龙族，龙族一旦获封神位，便可洗清自身业障，自然也就摆脱了镇守海眼之责。这样一来，南赡部洲水势皆纳入天庭管辖，亦可补天庭神位之空缺。但这些神位对龙族而言还是太少了。陛下，小神听闻天庭神位历来有轮换一说。吾若将这批龙族神位设为1000年一轮换，便可册封更多龙神。终有一日，龙族将不再需要镇守海眼。妖庭开下空头支票，天庭许诺分期付款。这圣旨上已盖上印玺，若写上文字，旨意便可立刻凝成。你立刻将这道空白圣旨带去龙族。陛下，您若在此时给出空白圣旨，万一龙族在蟠桃宴时进一步抬价，或是妖庭又有变故。的确，长庚爱卿真是深谋远虑。这样吧，你将这大禹治水图带去龙族，告诉他们，此图上江河湖泽皆可分封神位。小神领命。总算成功引导玉帝分封神位，不但天庭藏有底牌，龙族那边还能获得更多神位，对峙妖庭也更有把握。哎，这下应该算是打消了玉帝的猜忌吧。长庚爱卿，可愿收个徒弟？啊！龙吉，进来。龙吉拜见父皇，拜见海神老师。龙吉，不就是死后上封神榜的红鸾星君？
她不是玉帝和王母的女儿吗？堂堂公主跑来当我的徒弟？等等，莫非她是玉帝派来的督军？玉帝根本没有打消对我的怀疑。承蒙陛下厚爱，那小神就厚着面皮接下这份差事。以后龙吉就跟着老师混啦。老师出门做任何事的时候，记得带上龙吉哦。果然是督军没错。往后行事还是要更加稳健，避免引起玉帝猜忌。南州有多少江河湖泽，我龙族便有多少神位，还能轮换。这海很宽，可封海神。好像哪里不太对。此河吾命名为乾隆河，可封河神。这好像是条小溪吧？好深的深渊啊！此地等封个江神。那是村里人自己打的井啊，伯！这个龙族居然在我妖庭和天庭之间左右摇摆，利用我开出的价码自抬身价。太子殿下息怒，龙族既然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们不义。不错，毕竟早在妖庭时，我便已知道龙族最大的秘密。一旦我破开海眼外的万龙阵，是谁撩拨起依恋，一点一点泛红的脸，西湖荡漾转圈圈，春风似缠绵。谁的生字也心间，不同凡响为我了解，对着铜镜刻画思念，藏起小垂涎。仙门里初见鹦鹉的眉眼，朝夕的华年，谁在谁旁边？喜欢的情节，偶尔望着眼，小穷佛心心缱绻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分世上好几道保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透亮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门界的一道誓言。是命不许愿，你们不能听见，细节道理见情缘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世上好几道保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透亮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难解的一道誓言。是命不许愿，你们不能听见，细节道理见情缘。